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里边关押的竟都是颜值超高的妹子，不仅校花哭着请你抓她进监狱，甚至冷面人妻都主动穿上囚服，甘愿做你的舔狗，只因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拥有安全的庇护所和吃不完的食物。此刻，我看着系统赠送的1万坤坤币，思考着该兑换什么东西。目前只有1万块，花光了可是有生命危险的。1级狱长办公室还可以解锁手枪和子弹。商城中售卖的所有武器，对狱长均不收下。我心中一喜，连忙花了50坤坤币拿下。这玩意在末世初期可是利器，拿出来谁不得掂量掂量？下一步啊，就是招收女囚了，先将女子监狱管吃管住的金字招牌打出去。熟悉末世小说情节的他，自然而然想到了绿泡泡。手头上的群只有学校的，整个天海市职业技术学院超过1万人，女学生5000人，85分以上吧，怎么也得有几百吧。丧尸爆发了，老子不用担心实习的事了。兄弟们，谁和我一起出去砍丧尸，看他们脑袋里有没有晶核？好兄弟一起升级。有没有哪个小仙女愿意来我们男生宿舍419？我们护你周全，你给我们陪伴。末世毕竟刚来，这些屌丝大多还沉浸在兴奋之中。再等等吧，等到他们真正意识到末世的残酷时，再发广告。检测到有陌生人靠近监狱，宿主是否安装大门监控摄像头？5坤坤币一个。毕竟安全第一，我直接选择安装。很快，画面被接通，门外有一群人，看到其中2个女人的长相，我心中一动。我垒的骚缸，第一批囚犯这不就来了吗？留人吗？真奇怪，没听说这有个吉米女子监狱啊。监不监狱的放一边，咱们先进去躲躲。我闻言微微一笑，打开小门。有事吗？为首一个60多岁的大妈将半个身子探了起来。小兔崽子，赶紧让开，我们要进来躲躲。我见状，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这是私人领地，滚出去！哎呦，打人了，有人打人了，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把那玩意招来，咱都活不了。大妈闻言赶紧闭嘴。不行，你打人了，赔钱！吉米点燃一根棒棒糖，淡定地站在门内。看来丧尸们的听觉不太好，这么叫唤都没引来一只。我淡定地站在门内，环视了一圈面前之人。姓名秦诗音，年龄30，充电艺人，奇婚艳儿，颜值88分，符合要求。姓名曾佳柔，年龄26，充电艺人，被前男友抛弃，颜值85分，符合要求。果然这俩是符合要求的，看来系统的审美和我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爷走过来。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现在外面出现了咬人的怪物，你必须让我们进去。别聋了吗？我刚才说了，这是私人领地，凭什么让你们进来？老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现在外面太危险了，你让我们先进去躲躲，等警察来了，咱们再说别的事好不好？行，不过这里是女子监狱，男人可不能进来。女人嘛，只有他们俩才能进。哎，这个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如果你不让进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别客气了。吉米面带玩味地看着对方，眼镜男则死死盯着吉米。大家都进来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却见一把冰冷的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望着黑洞洞的枪口，眼镜男顿在原地，冷汗直冒。他不敢赌这把手枪的真假。秦诗音走过来，拉了拉他的衣角，意思很明显，别强出头。没想到这一拉，反倒激起了眼镜男的怒火，让他想起了刚才吉米那猥琐的眼神。老子不信你敢开枪，更不信这是真枪。给你个机会，跪下道歉，我可以不杀你。吉米说着，还吹了吹枪口上并不存在的硝烟。这一枪让在场的人都傻了。你只有3秒钟，3、2。我。眼镜男是真的被吓到了，豆粒大的汗珠扑簌簌往下掉。对不起。丧尸来了！突然，曾佳柔的惊叫引得人纷纷侧目，应该是因为枪响的缘故。从视线边缘处摇摇晃晃走出来一只丧尸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吉米手里的枪响了，这一枪下去，场面极度混乱。老公，快回车上去！秦诗音的反应很快，趁着这个时间，赶紧拉着眼镜男躲进了一辆大巴车。见状，我眼睛一眯，到手的女人可不能直接飞了，直接开枪打爆了4个轮胎。枪声引来了更多的丧尸。此刻门前只剩曾佳柔，你进不进来？曾佳柔膀胱彻底失守。关键时刻，吉米连开3枪将丧尸打倒，同时也验证了丧尸的另一个特点，只能打头。此时的曾佳柔早已吓傻了，一回头见到拿着手枪的吉米，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进监狱。吉米嘴角微挑，伸手一拉，便将曾佳柔拽进了大院。不要过来！
不要咬我。吉米没去管他，而是举起手枪练起枪法来，顺便帮助一下那些被咬到的可怜人。美女，我这里很安全，你要不要进来？可以让我老公一起进去吗？哎，再见。老子是女子监狱狱长，不是巴黎圣母院院长。透过门缝，他看到一群丧尸已经将大巴车围住。你早晚会求着我进来。别过了。行了，你已经进入监狱，安全了。这里真的安全吗？放心，绝对安全。但是嘛，你必须得听话。曾家柔回到监狱，进了大门便是更衣室，因为是1级更衣室，所以装修和陈设十分简单。既然你选择住进我的监狱，那有些规矩我就必须要告诉你，这是女子监狱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囚犯了。而作为囚犯，最重要的就是听话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么现在就可以走了。别让我走，我听话就是了。这真是女子监狱。当然，我说过，这里已经被我买下来了。接着，吉米拿出一套女囚服。现在第一个命令换衣服。作为囚犯，你的任何私人物品都不能带进监狱。这怎么穿啊？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先出去一下行吗？曾家柔俏脸几乎滴出水来。放心吧，我对看你换衣服没兴趣，不过我得检查你有没有被丧尸咬过。要不你找个女狱警过来行不？没有女狱警。曾家柔闻言差点哭出来，他想反驳，但又找不到什么适合的理由。紧接着，吉米和曾家柔切磋了起台球。检查10分钟后，曾家柔换完了衣服。检测到符合要求的女囚已绑定，姓名曾家柔，颜值85分，无家常，每天奖励85坤币，坤币余额12025，服从度28，请尽快提升。看来只要符合条件的人进了监狱，并且穿上囚服，便自动认定为绑定状态。只不过这服从度有点低啊，得想个办法提升服从度。随后，我带着曾家柔来到了1号监室，这里每个床位上都配好了枕头被褥，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洗手池，一个非常简易的蹲便，再无其他。设施虽然简单，但在丧尸末世能有这么个地方，应该算是天堂了。果然，曾家柔并没觉得不好，反倒是放下心来，因为面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确实是一座监狱。那现在我命令你，不许转身，不许出声，听清楚了？吉米又打起了台球，曾家柔浑身巨震。20分钟后，曾家柔的服从度开始增长，最后居然达到了85。你通过了，可以说话了。以后这张床就是你的，吃饭的时候我会叫你。直到这时，曾家柔才呜呜地哭出了声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但吉米注意到，就在他说完话后，这女人的服从度居然又莫名其妙地涨了一点。刚才的时候，吉米已经发现私密接触好像更能提升服从度，一个想法在脑海里慢慢浮现。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里边关押的竟都是颜值超高的妹子，不仅校花哭着请你抓她进监狱，甚至冷面人妻都主动穿上囚服，甘愿做你的舔狗，只因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拥有安全的庇护所和吃不完的食物。此刻，我将曾家柔收服后回到了办公室，通过摄像头看着曾家柔一个人在监狱内孤独的样子，打算今天多给她找几个伴。于是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了天海职业技术学院的群聊，然后把成像的食物和水源的照片发了出去，并配上文字：所有人，本女子监狱招收美女，管吃管喝，无限量公益需要的私聊，先发本人吴美颜全身照，请注意，只要美女，恐龙人妖勿扰。群里的学生们看到这条消息，好像在某个部位抹上了风油精，集体炸。我靠，咱们群里进神经病了！还女子监狱，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，真恶心，真下头。这同学，现在是灾难时期，你的矿泉水应该交上来，由我们统一分配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，才能共度难关。老公，我挺你，他的水肯定来路不正，必须没收。骂声铺天盖地，骂他的人多，加好友的更多。男女都有，一条一条翻着，突然一个名字出现，苏映雪。她眼神一亮，这可是天海大学3大校花女神之一啊，绝对的美女。放在以前，苏映雪这种女神，她可是连想都不敢想，直接通过。很快，苏映雪发来了一条消息：吉米同学，是你吗？正是本狱长。苏校花是想入狱吗？我们整个寝室都想去，可以吗？谁想来，提前发给我照片，否则本监狱概不接收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映雪发来了4张照片，第一张便是她自己。吉米盯着照片欣赏，姓名苏映雪，年龄21，充年龄，颜值93分，符合要求。好，很好，苏大校花，本狱长这就来了。再看另外3人，张小文、董景、何萌萌，分数都不低，其中最漂亮的当属张小文，90分，另外2个分别是87分和85分。充电情况：张小文3人，董景0人，何萌萌1人。无所谓，这又不是找老婆，
只要进了我的监狱，想要打台球，只能是我。此刻，除了苏映雪之外，还有不少人也加了联系方式，最后确定了20多个符合要求的女大学生。话不多说，我立马来到楼下，用了1000坤币兑换了一辆1级装甲车。交通工具都解决完了，下一个就是提升自身实力。我看着系统面板在强化后面开始加点，每个点数100块，直接花了3800将强化变成了50，瞬间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身体，那感觉神清气爽，飘飘欲仙。末世中保命才是最重要的事，有了这副身体，这次出门应该是万无一失。不过这感觉，身体强化之后，吉米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，恨不得立刻去找曾家柔。难道这是身体强化的后遗症？只要身体足够强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不过带着欲望出门可不保险，会影响我的正常思维。转眼吉米迈步来到1号监舍，曾家柔见到吉米进来，他嗖的一下起身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那个狱长好。吉米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不到半分钟，曾家柔的脸疼的一下红了。吉米又打起了台球。足足1小时后，曾家柔沉沉睡去，吉米则是神清气爽。系统中对方的服从度变成了99。随后，我开着装甲车前往天海职业技术学院，一直开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校门口。我轻车熟路，直奔女生宿舍。路上见到一伙男生，有7、8个人，手里拿着武器，看样子是去外面寻找物资的。这几人见了装甲车，为首一个短发男生拼命挥手。停车停车停车！吉米自然没去管，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几个男生在后面追了一小会儿，便不敢再继续了。车开得太快，而这种速度，他们根本来不及看清周围的环境。如果一头扎进丧尸堆里，必死无疑。社长，这破车是没看到，咱们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停车呢？我要是司机也不停车。对了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这车上写着几个字？不错，我看到了，吉米女子监狱。这好像在哪儿听过。这在学校的群里，一个叫吉米的学生说什么他的监狱专收美女之类的啊。对，就是群里。这么说来，那人说的是真的。他有监狱，还有水和食物。我靠，咱们要是能去那的监狱，全信语言，岂不是美死了？市长，你说吧，咱们该怎么办？从这到女生宿舍楼和去超市的距离差不多，我看咱们别去超市了，直接去找车，怎么样？同意。只同意。一行人换了个方向，凭着感觉远远地跟上了囚车。另一边，我一脚刹车，停在了女生宿舍3号楼的正门口。我透过车窗看到宿舍楼门口门外围着一群丧尸，我拿起手枪一顿给射，不一会，全部丧尸倒地。这时听到动静的2楼传来声音：“是官方的救援队吗？”这是吉米女子监狱的囚车，我只能带20人。先来的先上车，还有丑八怪就别来了，浪费时间。你看我行吗？我抬头朝上看去。姓名陆双双，年龄19岁，成年龄人，未经人士，颜值86分，符合要求。下来吧，千万别搞得太大动静，会把丧尸都招来。陆双双声听了，赶忙动了起来，不一会儿便从楼梯上下来。楼道里虽然有丧尸，但数量不多，只要不靠近他们，还是可以出来的。陆双双刚开始的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搞出什么动静惊动了丧尸。可当看到门口停着的装甲车把后门打开的时候，他激动了，不顾一切地往前冲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楼道出现了一只丧尸，似乎是被声音所吸引，扭过头来朝陆双双望去。丧尸的动作很慢，蹲下，数发子弹，丧尸倒地，但迷雾中却又走出几只。没办法，陆双双的嗓子太尖了。别过来，救我！吉米，哦不，吉哥，救救我！陆双双继续喊着，吉米则是一枪接一枪。很快，陆双双的身后就堆起了一个小尸山。这是她在学校里的第一个女囚，必须要打造一种人设。跟着我吉米，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别趴着了，上车吧。陆双双早就被吓傻了，浑身抖得厉害。直到吉米喊第3遍的时候，她才敢睁眼，看了看身后的尸体。我站不起来，吉哥，你能下来扶我吗？不能，你可以爬过来。陆双双点头，一点朝着装甲车爬去。费了好大劲，陆双双这才爬上了车。吉米看着对方干裂的嘴唇，扔过去一瓶矿泉水。哎呀，喝吧，管够。陆双双眼睛亮了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拿起这瓶矿泉水，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。自从红雾爆发后，自来水管里的水全都变成了暗红色，根本没法喝。那个，吉哥，你还有水吗？闻言，我又掏出一瓶水弹，并没递过去。给你长相最漂亮的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都陪你进监狱，这瓶水就给你。好的。其实来之前，他已经和舍友们说好了，只要这个监狱能保证安全，他就会第一时间通知。你们都下来吧，吉哥这里特别安全，还有水喝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有照片吗？长得不漂亮我可不要。陆双双闻言，小脸有些发红，但还是打开了朋友圈，递到吉米面前。这是他们的照片。吉米笑眯眯地接过手机，这是一张合照，就在宿舍里，
一共4个人，除了陆双双之外，还有2个长得也挺漂亮，一个86，一个85，但最后一个看着最右边那个160斤起步，满脸白粉的肉装坦克，他苦笑一声。姓名刘媛媛，年龄19，横别6人，3个前男友，3个现男友，颜值55分，不符合要求。癞蛤青蛙，长得丑你玩得欢。吉米默默向6名勇士致敬。那个刘媛媛就别来了，浪费时间。那个吉哥，这都是一个宿舍的，这不太好吧？你那监狱要是能住下，是不是也把他一起带着？住不下，要想带上他也可以，把你的位置让出来。圆圆，你就不用下来了。没多久，门口出现了3个女人，正是陆双双的3个室友。那个叫刘媛媛的一个人比2个人都宽，完完全全是180斤的肉装坦克。见到陆双双手里的矿泉水，不约而同眼睛一亮，紧接着一起朝大巴车跑来。那个刘媛媛原本在3人最后，这时却一个箭步窜到了最前面。水，我要喝水。就在他刚要迈步上车的时候，一把冰冷的手枪指向了他。下去，吉米监狱不欢迎您。为什么？因为监狱门太小了，你进不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都能上车，就我不行？就算监狱是你的，那你也不能不让我住。你信不信？再往前走一步，我让你看到自己的太太。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里边关押的竟都是颜值超高的妹子，不仅校花哭着请你抓她进监狱，甚至冷面人妻都主动穿上囚服，甘愿做你的舔狗，只因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拥有安全的庇护所和吃不完的食物。你，吉米一连点了18个，把所有漂亮的都叫走了，总人数已经超过20。凭什么不点我？要是不让我上车，我就把丧尸招来，到时候谁都走不了。你想找死啊？那谁能管得了？刘媛媛愣在原地，她不过是想用这办法吓唬一下吉米，真把丧尸招来，先死的肯定是自己。喏，奖励你的。他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吉米女子监狱赏罚分明。陆双双帮他叫来了2个美女，就给奖励。同学，这奖励怎么得？给你长得最漂亮的朋友发的消息，让他们过来。哦，那个大哥，我的朋友过来了，就给水喝吗？这是个90分的女生，名叫沈清歌，是车上女生中最漂亮的。这个沈清歌还是很有开发价值的，不过就是充电人数有点多，3个无所谓了，又不是找老婆。先不要发，车上坐不下了，等把你们送到监狱，我再来一趟。哥哥，可是人家太渴了。要不您先给我一瓶水，你放心，我认识好多美女。吉米回头看着近在眼前的小脸，伸手摸了一下。沈清歌不但没躲，反倒向前贴去。既然你这么渴，那就拿去喝吧。谢谢哥哥。有了这个先例，立刻有其他反应快的女生也过来了，哥哥哥哥的叫个不停。只要是愿意讨好自己的，吉米一律奖励。期间，吉米给苏映雪发了条消息：1分钟后开车，过时不候。很快1分钟过去了，看了看楼梯口，苏映雪的身影还没出现。就在这时，通过余光，他突然发现了几条身影。吉米双目一眯，是之前拦他车的几个男生，而且手里还拿着武器，很明显是跟踪过来的，鬼鬼祟祟，一看就没怀好意。那几个小子再过来就是死。几人听后不但没有停下，反而加快了速度，几乎是一瞬间，吉米立马做出决定，杀意紧摆。没有拖泥带水，吉米清空了弹夹。社长，救我！短发男哪敢停留，一脚踹开对方的身体，掉头便跑冲进了红雾中。吉米目光冷冽，又对着那个逃跑的身影，开了却并没有击中他。吉米没有去追，穷寇莫追的道理他懂。救救我，求你了！救你？我倒是可以帮帮你。说着，吉米朝着杀马特的脑袋扣动扳机，帮他结束了痛苦。就在吉米准备回身上车的时候，从楼梯处又走来4个女生，看过去正是苏映雪，身后就是他那3个发过照片的室友。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状况，今天可能就见不到这个女人了，就当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吧。有谁会开车呀？上了车，吉米面向众女问道：“我会。那下次你来当我司机。”这个苏映雪还是很懂展现自己价值的。吉米从脚下拿出了4瓶水、4个面包、4根火腿肠，奖罚分明。这可是吉米女子监狱的经营理念，4女同时一洗，这东西在以前不算什么，但对于饿了1天的人来说，那就是美味佳肴。沈清歌自从苏映雪和张小文上车后，就有些敌意，此刻见他们又得到奖励，敌意更浓。鸡哥哥，人家也饿了，想吃火腿肠。吉米又拿出1根火腿，美女撒娇当然也算是能力了。大家放心，火腿肠只要表现好都能吃到。苏映雪则是秀眉微皱，感觉自己手里的肠都不那么香了。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半天的活，结果和那种女人得到的奖励一样，这么下去，以后谁还干活？也不对，
干活和去打台球的时间也差不多。装甲车再次回到了监狱门口，吉米发现秦时英一行人还在大巴车里困着，他吱呀一脚将车停在旁边，驾驶位正对着秦时英所在的座位。哎，想好了吗？跟不跟我走？走，我们都跟你走。你要闭嘴！可下一秒，飞洞洞的枪口却让他闭上了嘴。吉米自然没有开枪，因为没必要。他们两个现在哪也去不了，只有慢慢等死。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下，或许秦时英会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。我老公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不行，不过嘛，如果你愿意跟我走，我可以给你老公一瓶矿泉水，外加一个面包。秦时英老公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，要不是怕对方的手枪，他早就开骂了，所以只能将发气的目标转向秦时英。你理他干什么？难道你这婆娘还真想去打台球不成？信不信我捶你啊？如果你想通了，随时找我，联系曾家柔的手机就行。说完，吉米便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直到他走远，眼镜男这才猛地一拍座椅。这个王八蛋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你还别以为我对付不了那个小逼崽子。说着，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这件事他已经想很久了。不一会儿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粗犷的声音：“喂，谁呀？勇哥，是我啊，小阮。小阮？你 ABC 的哪来的小阮？勇哥，就是上次和你打台球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老婆长得很漂亮，好像叫什么什么音的那个，对吧？”阮坤的脸色有些尴尬，干咳了一声：“是，他叫秦时英，我是她老公，给您打电话是想告诉您的消息。”坐在一旁的秦时英听到这通电话，诧异地看向阮坤：“老公你……”另一边，吉米带着他们来到更衣室，和曾家柔的待遇一样，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。进了更衣室，吉米还是老样子，必须确定女生们身上没有伤口。女生当然是抗拒的，不配合的现在就出去。沈清哥听到吉米的话后一咬牙，第一个脱下了外套，紧接着就是陆双双。随后，吉米又打起了台球。明明是一座监狱，可所有美女都想抢着进，甚至不惜出价千万，只为当一名听话的女囚。只因世界水源污染，喝下水的人99%都变成了丧尸。而我却在一栋废弃的监狱大楼内当保安，在末世爆发前激活了高等监狱系统。只要收纳高分美女成为女囚，就能获得坤坤币，不仅可以兑换食物、枪支、异能等物，还能解锁或升级监狱的各个区域。可以不穿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从不强迫别人。那我不穿。不过监狱有规定，要么穿囚服，要么什么都不穿，你自己考虑了。哪来的？检测到符合要求的女囚已绑定，姓名苏映雪，颜值93分，物价成，每天奖励93坤坤币，服从度5，请尽快提升啊！你 ABC 了，这个女人还挺难驯服。检测到符合要求的女囚已绑定，姓名沈清歌，颜值90，物价成，每天奖励90坤坤币，服从度65，请继续提升。26个大漂亮，一共收获了2265块，现在的余额到了6630。照这个速度，2天后就可以购买异能了。紧接着，吉米带着他们去了曾家柔所在的2级监舍。曾家柔正躺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听到动静，赶紧起身，刚要到门口去迎接，却猛然发现吉米不是一个人，后面还跟了20多个美女。看到曾家柔手里攥着一台屏幕已经碎了，却舍不得换的手机，吉米也是有些心疼，二话不说就掏出在转转上买的一台2手的13 Pro Max。这个送给你。很贵吧？哪买的？不贵，最近我发现转转的2手苹果13 Pro Max 只要2500多，比新款16 Pro 便宜了3000多。关键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半价买2手才更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转转是知名2手大平台，手机都经过多轮标准化严格质检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上面的笔记本也很不错，买靠谱2手，我只推荐转转。真不错啊，我现在就上转转看看去。虽然吉米送了曾家柔礼物，但是他还是感觉委屈万分。两人在半天前刚刚打过台球，我都那样了，你怎么还能这样对我？服从度-10。与此同时，吉米的脑袋里收到了对方的服从度下降的提示，这是心有不满啊！看到里面还住着人，女生们有点诧异，同时打量起曾家柔。现在这里有一群女学生和一个少妇，物以稀为贵，很明显，这个少妇好像更占便宜，所以很快，女生们的目光中出现了敌意。曾家柔自然感觉到了，她有些愣神地望着这些女大学生们，心里计算着自己的优势与不足。嘉柔，给新来的狱友们介绍一下环境吧。吉米的声音让女人们回过神来，曾家柔将腰板挺直。嘉柔，吉米叫我嘉柔了，我毕竟是第一个女囚，虽然没有年龄优势，但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啊。嗨嗨，大家请看，这就是咱们吉米女子监狱的2级监舍。吉米微笑着看着他们的反应，等到全都介绍完了，他才开口道：好了，大家都看完了，不过这里属于2级监舍，要想住到这儿，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行。下面我带你们去你们应该住的地方，1级监舍。
可能会与这里有些许的差别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只要肯努力，2级监射不是梦。女生们面面相觑，只有曾家柔知道吉米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她心底有些激动，吉米并没有让这些比自己年轻的女孩享受同样的待遇，而是让她们去了条件更为简陋的监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男人心里是有她的。曾家柔，服从度加10，达到99点。这边心里刚一变化，那边吉米就收到了提示。他摸摸下巴，虽然不太明白曾家柔的服从度为什么会突然增加，或许可以试试把这个小妞的好感度提升到100。嘉柔，你也跟着一起过来了。到达1级监射后，沈清歌张着嘴巴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1级监射的环境和2级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这里是1级监射，我们不想住在这。可以啊，不过要先去我的办公室政审才行。政审通过，你们就可以去2级监射，甚至是3级、4级更好的监射。大家露出疑惑的表情，但心里其实已经懂了。鸡哥哥，我想政审，直接找我的秘书就行。吉米说着，指了指曾家柔。曾家柔突然听到自己变成了秘书，心里感觉甜丝丝的。服从度加1，达到100，宽宽币基础奖励翻倍。检测到曾家柔服从度已超过90，符合秘书绑定要求，是否绑定？绑定。已绑定。狱长秘书曾家柔，年龄26，服从度要0，每日提供宽宽币数量187强化8，异能无权限请狱长亲自选定。很快，吉米将这些女囚安排在了2个房间，又给曾家柔发了笔和本子，便离开了。随后，沈清歌走到曾家柔面前：“甄姐姐，政审是在你这里报名吗？你要报名吗？我给你登记上。你叫什么？沈清歌。”有人开了头，其他女生自然也放开了。很快，一群女生把曾家柔围了起来。姐，给我也写上呗。姐，给我也写上呗。姐，给我也写上呗。吉米明明是我的男人，为什么我还要帮他做这种事？这样吧，我现在就上去汇报，你们等我通知。曾家柔没有耽误时间，先去自己的房间洗了个热水澡，然后就急匆匆的上楼。作为秘书，他的电梯权限可以直达狱长办公室门口。那个，我是叫你狱长呢，还是叫你的名字？刚一进门，曾家柔便红着脸问道：“这就看你怎么定位了。如果是秘书的话，那就叫我狱长；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话，就叫我吉米。”吉米，我现在想叫你吉米。你 ABC 的还想榨干我？我50点的强化度，岂是你说榨干就能榨干呢？气氛愈发火热，随后2人又打起了台球。1个小时后，还有这么多女人排队，你看着办吧。吉米拿出系统买的平板电脑。刚才你表现很好，这是奖励你的这个平板电脑，可以用这玩意儿帮我管理。曾家柔见到后高兴极了，这无疑是对他身份的一种认可。他想过，沈清歌那些女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和自己住到一起，有了这些，自己就依然领先于他们。他贴上去，重重地吻了吉米一口。谢谢你，我去给你叫人。不一会儿，沈清歌便被曾家柔带上楼。到了现在，他根本不用废话，愿意上来的都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的，来了就直奔主题。1个小时过去，吉米神清气爽地躺在沙发上，随着曾家柔和沈清歌的分值上涨，每天奖励的坤坤币也有所提升。照这个速度，明天就可以觉醒异能了。吉米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渐渐入睡，但他并不知道，就在距离他15公里外的强盛集团总部大楼，一辆路虎带着5辆面包车正朝他驶来，加装了防护网和保险杠的黑色路虎在浓雾弥漫之中缓缓出发，一脚油门将门口围堵的丧尸撞倒压碎，硬生生碾压出了一条血路。明明是一座监狱，可所有美女都想抢着进，甚至不惜出价千万，只为当一名听话的女囚。只因世界水源污染，喝下水的人99%都变成了丧尸。而我却在一栋废弃的监狱大楼内当保安，在末世爆发前激活了高等监狱系统，只要收纳高分美女成为女囚，就能获得坤坤币，不仅可以兑换食物、枪支、异能等物，还能解锁或升级监狱的各个区域。勇哥到了。光头勇拿出对讲机开始部署，不一会儿车门打开，每辆车上都下来了一群大汉，他们每人手里一把削尖的铁管，用白布紧紧地缠绕在手上，十分默契地散开，以路虎为中心点。勇哥，这里丧尸并不多，都被吸引到那去了。光头勇嘿嘿一笑，他知道车里不只有阮坤，还有一个叫秦诗音的美女，那可是幻想了几个月的打台球对象。去，把那小子先弄出来。小弟答应一声，然后带着5、6个人去了。他们原本就是强盛集团的打手，又有经验，很快就将车边围着的10几只丧尸干掉。阮坤在车里乐得手舞足蹈，看见没？强盛集团的人来救我了，肯定还带着吃的。勇哥，我在这呢，救我！秦诗音的心沉到谷底，他原本认为外面环境恶劣，强盛集团的人不会来，没想到真来了。
勇哥，是我是小阮啊。我知道你阮，说吧，监狱到底怎么回事？光头勇说着，大咧咧地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同时一双贼眼不住地打量着躲在后面的秦诗音。勇哥，你们一大群人是怎么过来的？是不是买车了？是啊，有车上哪都方便点。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不贵，二手来的。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这么划算靠谱吗？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局卖车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本来我也不相信这里有什么监狱，但我们这原来有个女人，进去之后就发了这些朋友圈。勇哥，你看看。光头勇眯起眼睛看着吉米发的那些图片，心中越发确信自己的猜想。黄毛带着咱们的弟兄，让阮老弟带路，进去看看。一个满头黄发的青年嘿嘿笑着答应了一声。阮坤一听，差点哭了。勇哥，您就别让我进去了吧，我在外面等着就行。放你 ABC 的屁，消息是你提供的，谁知道有没有猫腻？你们都得进去。至于我吗？哈哈哈，在这保护这位美女。勇哥，您在这歇着，我这就去。老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帮勇哥把那小子干掉，就回来接你。说完，逃也似的下车了。很快，车上就剩下光头勇和秦诗音2个人。黄毛，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勇哥，留下5个人保护勇哥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此时的吉米正在睡觉，忽然系统的警报声在他脑子里响起。检测到有陌生人靠近监狱，检测到有陌生人靠近监狱。吉米一下惊醒过来，第一时间拿出手枪，紧紧盯着门口的监控图像。仅看一眼，他就知道对方是有预谋的，因为门口至少有10几号，个个手里都拿着武器，为首的那个黄毛甚至还带着枪，一股巨大的危机感油然而生。很快，门口的摄像头被砸烂。检测到有陌生人进入院墙，这帮人知道了监狱的位置，一个也不能留。吉米边走边打开系统，在建筑栏里的大门中，东南西北4面墙各买了10个摄像头，又在监狱楼外侧安装了20个，整个院子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他没有开灯，那样只会暴露自己，将手枪上膛。吉米悄悄走到窗前，按照显示，最少有5、6个人会从这里过来。来了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！有反应快的人大声示警，紧接着他也倒下了，又是2枪，弹夹清空，这支小队被彻底消灭。开完枪，吉米迅速关上窗户，缩回头，身子紧贴着墙壁，转移到更衣室，因为这里也来人了。边走边换弹夹，他还是老办法，根据图像的指引，先将窗子打开，而后静等敌人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内。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，他用这个办法打死了10多个人。外面黄毛还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死了那么多，他带着主力部队找到正门口，给我家一个手拿大锤的胖子冲过去，抡锤便砸，离门最近的玻璃窗应声而碎，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子弹飞出。吉米自然早就发现了他们，双手持枪，也不管外面的人在什么位置，直接就是一顿扫射。胖子被打成了筛子，后面有几个人也中弹，惨叫着倒下。黄毛的反应倒是挺快，赶紧后退，然后拿起枪没头没脑地开起来。不过吉米远远地躲在墙后，那些胡乱射击的子弹连他的边都摸不着。过几天再来，老子全都升级成防弹玻璃。我掩护你们，往里冲！你们必须得干的。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然后一大帮人猫着腰朝楼里冲来，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监控里。吉米把枪口从墙后伸出来，大致判断了一下敌人的方位，然后开始射击，打中了第1个人，然后是第2个、第3个，一枪接着一枪。门外怒骂声、惨叫声响成一片。吉米，外面怎么了？待着别动。外面的黄毛见人群后退，怒了，又开了几枪。里面的人不多，咱们大家一起下进去。他的声音虽然很大，但人群依然在慢慢后退。黄毛手下的这些人虽然平日里好勇斗狠，但那只是欺负普通老百姓。可现在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把小命搭上，谁还敢？你们不过来不行吗？难道让我去外面一个个找吗？吉米灵机一动，等黄毛再次开枪的时候，他突然大叫一声，然后在原地猛跺脚，做出逃跑的假象。果然，外面的人听到动静后，撤退的脚步停下了。黄毛又开了2枪，侧耳听着里面的动静，片刻后，他做出判断：我打中那小子了，兄弟们，冲进去！冲啊！我告，有埋伏，怪这。这一次，逃出去的人再也没有任何迟疑，径直朝着院外跑去。吉米一个冲刺，他就追上了黄毛，手起枪落，直接爆头。然后吉米一面看着监控，一面
开始了屠杀。他发现有人已经跑到了墙边，墙体高2米，并不难爬。如果不想办法，肯定会有人跑掉。所以下一秒，吉米一咬牙，直接花了2000块将院墙升为2级。瞬间，原本只有2米高的围墙变成了4米。哇靠，这墙不对劲啊！咱们刚才是走到这儿吗？全息大雾，谁他妈能找着？离几米不远处传来几声怒骂，正是被2级围墙困住的人。他循声追去，并不给对方开口的机会，直接开枪杀完人后，他开始沿着墙根往前走。跳不出去的人肯定会在墙的附近想办法，正是击毙他们的最好机会。如此这般，他又干掉了20多人，但系统的提示依然没有结束，也就是说院子里还有活人。吉米找了一圈，但凡碰到倒地的，不管是不是尸体，他都会在顶台上补墙。足足过去了半个小时，提示音还没有消失。最后，吉米只得再仔细查看监控。他发现就在大楼外墙根躺着一个人，有点眼熟啊，原来在这儿啊。他按照指引方向走去，果然秦诗音的老公阮坤这小子原本一直跟着黄毛，可见到死人后直接吓疯过去了。他就是那个一直没找到的人。吉米踢了对方2脚，阮坤悠悠转醒，当看到吉米的脸后，吓得肝胆俱裂。别开枪！我的位置就是你告诉这些人的吧？没有，不是我。我最后问一次，到底是不是？是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阮坤被吓得居然哇的一下哭了出来，不但上面流眼泪，下面也没闲着，一股淡黄色液体汩汩流出。他们是谁？强盛集团的人。在手枪的威慑下，阮坤像倒豆子一样，把知道的事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带头的叫光头勇，在外面的大巴上。光头勇这个人必须干的。别杀我，我愿意把我老婆送给你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她吗？你死不死，他都得跟我走。别骗！知道监狱位置的人一个也不能留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夜晚的雾好像更浓。吉米拿着枪慢慢朝大巴车挪去。说到车，我觉得买2手车还是瓜子有保障。大巴车上，此时的光头勇正趴在秦诗音身上。勇哥，你别这样！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里边关押的竟都是颜值超高的妹子，不仅校花哭着请你抓她进监狱，甚至冷面人妻都主动穿上囚服，甘愿做你的舔狗，只因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拥有安全的庇护所和吃不完的食物。哎，你说勇哥打完台球，能不能让咱们兄弟爽爽？那小模样，想想就带劲。听他们说话，吉米知道光头勇就在车里，他举枪对准忽明忽暗的烟头，后头扳机。枪声过后，门口多了5具尸体，车里只剩2人。光头勇还不知外面情况，正准备打台球，吉米不再躲藏，一脚踹开车门。你 ABC 的，你是谁？老子的人呢？光头勇怒道，同时眼睛朝车下瞄去，没看到几个手下的身影，不由有些发慌。你是那个监狱的？把你的枪交出来！光头勇的秃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他盯着吉米手里的枪，慢慢掏出手枪。交枪是不可能交枪的，不是你嘎，就是我活。我问你答，要不就干。听懂了吗？你是强盛集团的人？是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监狱的事儿？是她老公打的电话。那今晚你来这儿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高老大知道，强盛集团的董事长。高老大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好像是个黑白2道通吃的人物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说完，你得放了我。可以，只要你说的是实话。他在北湖区强盛集团大厦东面的私人别墅里。你可以走了。真的。吉米一副你再不走我可要反悔的模样，然后侧身让开一条路。光头勇谨慎地盯着他，然后一溜烟跑下车了。吉米则是对着光头勇的背影连开数枪，把光头勇吓得抱头蹲到了地上，差点哭了。你说过放我走的，我这不已经放你走了吗？那你还开枪？我也没打你啊。那我走。可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他的余光看到了什么？丧尸，是被枪声吸引过来的丧尸。你这是要借刀杀人啊？你 ABC 的。本来只要你求我，可以给你个痛快，但你骂人，所以现在我改主意哦。光头勇已经倒在血泊中，打也只是早晚的问题。救我啊！求生的本能让他无意识地叫喊着。吉米自然不为所动，而是回到车上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好了，现在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。刚才那卤蛋的话，想必你也听到。你老公泄露了我的事，而我却不计前嫌救了你，对吧？按理说你该嘎，但我这人心地善良，所以你走吧。走，怕是比光头勇嘎的还惨。或许跟着这种男人才能在这末世活下去。你的监狱还要我吗？我这人最不喜欢强迫别人。不是强迫，我是自愿进去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留你。不过呢，进去以后要听话。鸡哥哥，我怕外面有丧尸。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囚犯了，所以嘛，安全由我负责。回到更衣室，吉米拿出对讲机通知曾家柔下来。
还特意嘱咐他把所有要政审的女囚犯都叫下来一并政审。随后，吉米和众人又打起了台球。第二天，吉米一直睡到9点，这才精神满满的起床。先看手机，他发现有些昨天联系的女生失联了，是遭遇不测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他心里打了个问号。其中联系最频繁的是一个叫颜月的女生。他知道颜月是本校3大校花之一，与苏映雪齐名。指尖划着屏幕往下，群里的几条消息又让他皱起了眉，显然藏着不对劲的地方。大家注意，不要给学生会的开门。楼下兄弟，怎么了？学生会的人来我们楼层了，好像在瞎上市，我该不该出去？我靠，有人抢劫！该干点正事了。随后，吉米把沈清歌和何萌萌叫到办公室，你们2个换上衣服，跟着我出发接人。沈清歌是艺术系的，负责联系女生。何萌萌在28个女人中胆子最大，可以当个打手什么的。安排好路线，吉米带着2个女人由曾家柔陪着前往车库。路上正好遇到苏映雪。映雪，议长好。你会开车是吧？装甲车开过吗？虽然没开过，但我有1年的驾龄。老司机都说我有悟性，你要是信得过，我现在就开2圈给你看看。那以后你来开车，别的活就不用干了。苏映雪差点蹦起来，同时也对吉米嗤之以鼻。本姑娘不现身，你不还是照样老老实实的来讨好我？什么狱长，骨子里就是个见到美女就甜的屌丝。对了，苏映雪有没有通过政审？她有没有政审你还不知道？你稍等，我查一下。说着，曾家柔拿出平板电脑扒拉起来，然后也同样认真的回复道：报告狱长，以求苏映雪还未通过政审。真是可惜，还得我自己开车。哎，希望今天出门能找个司机回来，也能替本狱长分忧啊。说完，在苏映雪吃惊的目光中扬长而去。我还会换备胎。何萌萌已经学会了。汽车开出一会儿，吉米有个新的发现，今天外面丧尸的反应速度好像比昨天快了一些，危险距离也长了一些。之前只有离近丧尸1米内，他们才会做出反应，但今天不同，这个距离大概变成了2米。难道说这些丧尸会进化？吉米皱眉猜测着，油门加重。丧尸进化，浓雾升级，这末世恐怕会一天比一天难熬，要抓紧了。鸡哥，有2个同学和我说，他们的室友被人抓走了，我觉得学校里可能不太安全。半路上，沈清歌对吉米说道，这是他经过近1小时的联络后得出的结论。哦，看来秩序已经乱了，没有法律的约束，拳头就是道理，提升实力迫在眉睫。不管是对付丧尸还是人类。很快，吉米来到天海职业技术学院门口，刚一靠近门口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，门口和昨天不一样，5、6辆小车横着停成一排，拦住大门。他不由眉头一皱，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什么陷阱。此时的学校门卫室里，10几个人正在讨论着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趴在窗前的门卫老头突然喊道，打断了众人的讨论。大家按计划行事。吉米正疑惑时，突然见到出来一队人，立刻明了这是专门在等他。当看清为首之人后，不由一愣。此人名叫王霸，正是今天群里讨论的学生会主席。王霸人如其名，极其霸道。有一次查寝，一大帮人像黑社会一样闯进寝室，见到吉米床铺上有一条白酱，嗤之以鼻，然后就给没收了。嫌我棒棒糖不好啊？你倒是别奶。到现在，吉米都记得对方临走时说的那句话：以后记清楚我们几个的脸。我们来了就是查寝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吉米记得特别牢。见王霸专门等着自己，吉米隐隐有一种预感，因为这小子是颜月的男朋友，全校师生无人不知。也就是说，一直和自己联系的颜月其实是王霸。看来对方是早有准备啊。王霸叼着棒棒糖，迈着随意的步伐走向囚车，朝着车窗里的吉米勾勾手。你就是吉米吧？过来一下。你是小王吗？有事吗？这不错啊，贵不贵？哪买的？不贵，2手来的。我在瓜子2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那么划算靠谱吗？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到就是赚的。买2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哦，哎不对，我车哪来的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小兄弟，别这么火大，好好聊天。这就受不了了。你们学生会欺负人的时候，没见你好好说过话，嫌我说话不好听。你可以不问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，装什么笑里藏刀。吉米同学，别误会，我只是想问问监狱的事，既然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说完之后，王霸慢慢后退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吉米手里的枪，直到已经半引入红雾之后，他这才呵呵笑了2声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你的子弹应该不会太多吧？王霸说完之后，整个人踪迹不见。吉米将车重新启动，准备直接撞过去，可下一秒他停下了，因为细看之下才发现汽车正前方的地面上有很多钉子。原来这才是王霸的打算，让自己的汽车爆胎，然后上来抢车。正门口走不了，
那我就撞墙进去。刚退后几米就在后视镜中看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人影。不好，车后面也被人扔了钉子。就在这时，5、6个不明物体从四面八方飞过来，闹钟、小音响、收音机、手机，无一例外都是能出声的东西。各种声音立刻吸引来大量丧尸，直挺挺地走向汽车，将囚车团团围住。这回吉米彻底明白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老子呢，怪不得王爸刚才会说那句话。但是这种小手段能留得住我吗？这时沈清哥和何萌萌有些害怕，尤其是沈清哥，他一下扎到吉米怀里。狱长，咱们被包围了。放心，除了我，没人能伤害得了你们。沈清哥一愣，总觉得这话里有话，然后他就趴在吉米耳边嗲嗲地说了一句：やめて。你们想这个办法用了不少心思吧？可有用吗？自从上次被人砸了轮胎后，吉米一直有将车升级的想法。囚车和监舍的价格一样，升为2级需要2000块，3级则是3000块，以此类推。吉米一狠心，点击升级，会不会有防爆轮胎一类的功能出现？他期待着。监测到囚车内除宿主外还有其他人存在，无法升级。什么？无法升级？我之前无论是购买还是升级建筑，都是在无人的情况下操作的，这应该是系统的铁律吧？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。想不想拿手枪？不是，我说的是真手枪，是这个。他之所以不怕，那是因为系统早就说过，售出的任何武器对宿主均不生效。是给我的吗？何萌萌愣住了，他认为这是吉米最为倚仗的东西，不可能给别人。狱长不会把枪给我的，这一定是试探，要谨慎对待。你到底要不要打？这是狱长的东西，我可不敢。没什么不敢的，开2枪就会了。何萌萌有些有发傻，这枪里有子弹吗？他尝试着拿起枪，对着外面扣动扳机。切，是没子弹的空枪，你不就是想看看我会不会把枪口对准你吗？太不相信人了吧？这枪上有保险，得把它打开。吉米打开保险，瞄准下方丧尸的脑袋，一枪毙命。会用了吗？服从度正30。怎么开真枪比开假枪的效果还好？吉米给我的就是真枪，有子弹，能打死人的那种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信任，而是把命交到了自己手上。这么想着，他的服从度又加了8点，满了。一旦服从度达到100，基础奖励数还能增加1倍，也就是说，明天能多收入85块。好好练练枪法，咱们的监狱还没有预警。言外之意很明显，何萌萌精神一振，这可是好事，不用干活还能摸到枪。他激动地再次举枪，子弹一发接着一发。又倒下一批后，他心念一动，看着不远处的闹钟，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。闹钟声戛然而止，四周又恢复了平静。外面是3圈尸体。何萌萌完成工作，把枪递还给吉米。你先拿着吧，一会儿还有用得着的地方。那你用什么？哎，我随便就行了。我操！地上的标本很多，连钉子也不用清理。吉米一脚油门，直接压过去。门卫室里，王爸趴在玻璃上，看不清远处的情况，但可以听到声音消失了。他有点着急，不知道吉米是怎么做到的。本想出去看看，但又怕遇到丧尸。突然，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。坑！你们怎么都跑了？哥几个等几声啊！看着队友们都跑了，王爸也手忙脚乱地朝门口跑去。吉米拿着黄金 AK 开始射击。最后多说一句，买2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你负责门口，一个也别放跑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啊，嘎人，我不行。他胆大丧尸，敢搬标本，但嘎人不行，所以好几个人跑掉了，包括王爸。等吉米反应过来时，他们已经跑进雾中。唉，看来自己忽略了何萌萌心理层面的问题，毕竟嘎人和嘎丧尸是不同的。吉米继续扫射，不管是什么人，统统杀掉。大哥，饶命啊！大哥，我给你钱。大哥，我不想死。大哥，我是女的，还没有充过电。是了。吉米停止扫射，看着前方抱头蹲着的人，还戴着一个头盔。如果不说自己是女的，或许就一枪打死了。他选择性的放过这个女人。屋子里剩下的8个人死了7个，就剩那女的了。把你的头盔摘了。吉米手里的 AK 并没放下，只要这人不符合要求，那就直接开枪。在这里的都有份参与偷袭。头盔摘下，露出一张俊俏的瓜子脸，吉米一眼就认了出来。这不是和我联系的大美女颜悦吗？小王八的女朋友。姓名颜悦，年龄22岁，颜值93分，依然充电，综合评分93分，符合要求。别开枪，我没想害你。吉米盯着那个零充电，一脸疑惑。这颜悦和王爸最少也2年了吧？怎么还是零充电？穿成这样都这么漂亮，这要是穿上囚服，那还不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你是吉米，但他们偷袭你的事与我无关。
无关，你的绿泡泡上发的那些照片，难道不需要你配合吗？可那是王爸逼我的。别说的那么无辜，把我嘎了，你难道不会享受胜利的果实？这确实，他的心底抱有这种想法，隐隐的希望王爸成功。所以嘛，你也有罪。别开枪！热流擦过颜悦的脸，打在他后面嫩嫩的脑袋上。这是个装死的人，因为刚才他偷偷的睁了一下眼。我只说你有罪，没说要嘎你呢。这是干嘛？赎罪就行了。好，我有罪，我赎罪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上车吧。颜悦都不知道自己迈的哪条腿，颤抖着上了车。他刚一离开，吉米便开始了补刀，每具尸体的脑袋上都来一枪，这是他的习惯。沈随曼，沈清哥没理他，何萌萌也故意把腰间的手枪露出来。说吧，王爸为什么要偷袭我？他们可能会去哪儿？在吉米的审问下，颜悦将自己知道的事原本告诉了吉米。原来昨天吉米离开后，学生会的眼线立刻报信，结合门卫老王的情报，他们确认吉米有辆装甲车和一把手枪，这让王爸疑窦丛生。末世连丧尸都有，难道真有监狱？贪念驱使他决定动手，却忌惮那把手枪。苦思一夜后，他定下毒计，用女人诱吉米入圈套，耗尽子弹后一拥而上，嘎人夺车。审讯中，吉米还得知王爸能当学生会主席，全靠父亲天海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明堂。末世后，父子俩迅速勾结，先占食堂，再笼络体育系学生和保安队，这些人身强体健，成了末世里的强战力。王家父子靠食堂净水机反复过滤烧开的水，可防感染。靠着这套手段，他们的势力在学院里快速膨胀。吉米推测，王明堂老巢在食堂，王爸十有八九逃去了那里。走，去食堂，必须得让学院里的人看看，敢和我吉米作对是个什么下场。转眼间，囚车接近了学院食堂。吉米先在食堂门口左右观察了一会儿，他发现门外堵着6、7辆车，看样子是阻止丧尸的。他们有多少人？王明堂在哪一层？保安队大概17、8个，学生会有12个，我们体育系的人比较多的有40多，再加上王明堂和那些男女老师，总共有120多人吧。我操！我去，有这么多人！吉米有些吃惊，120多人，就算他们没有枪，也有一定风险。毕竟食堂里那么多可以藏人的地方，谁知道会在哪儿苟着？知道王爸会在哪一层吗？王爸好像在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就在昨天下午，王明堂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就让王爸玩命去找一个人，这人叫高子晨。找到他的时候，高子晨已经因为喝了有毒的自来水昏迷不醒，然后王爸就派人把他搬到了食堂，还说什么这个人很值钱，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但王爸很可能就在高子晨的房间里。高子晨？这人喝了自来水之后居然没有尸变，高子晨会变成异能者吗？最好是把这小子捉回去，好好观察观察。但里面有120多人，应该想个万全之策。吉米打开人物面板，直接选择何萌萌，准备绑定狱警。前线不足，绑定狱警就要先解锁警卫室，是否花费1000捆捆币解锁？是，解锁警卫室。1级警卫室对应解锁物品：36型左轮手枪及子弹、霰弹枪及子弹。吉米将狱警一栏绑定了何萌萌，已绑定狱警何萌萌，年龄21，服从度10，每日提供捆币数量187，强化时异能5，解锁商城中对应物品：1级防护服、战术内裤500块。内裤还有战术的，买，必须全套。随后，吉米给自己配了一把霰弹枪，又是380块。到现在为止，手上的捆币还剩2901。他假装从前排的座椅下面将东西拿出来。我这里有一套作战服，你们谁愿意和我进去？干掉姓王的，回来我奖励他和我一起打台球。他回头看着沈清哥和何萌萌，狱长大人，我去。不行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刚才要不是你手软，哪会让王爸跑？现在好了，咱们还得冒险进去。你以为这是心善？我告诉你，这样做只会害死更多的人。何萌萌低头不语，吉米也没催他，只是静静的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何萌萌忽然抬头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狱长，我请求再给一次机会，放心，这次我绝不会再手软。其实他是眼下唯一的人选，当然，嘎人的这道坎可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通的，必须得慢慢来。那我就再信你一次，记着，如果你失误，害死的可不是你自己，还有我。我懂了。当然了，咱们也不需要滥嘎无辜。我的目标就2个，一是王家父子，这俩人必须得死；二是那个叫高子晨的，我对他很感兴趣，明白了吗？ Yes sir。重复一遍，干掉为非作歹的王家父子，带走高子晨，谁阻拦就开枪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何萌萌换上了作战服，作战服上有明显的标志，前面写着吉米女子监狱，颇有点飒爽英姿的感觉。这把 AK 你先拿着吧。 AK 都给我了，那你用什么？哎，我随便就行了。
随后，吉米将手枪外加一部对讲机递给沈清歌。你的任务是看守囚车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可以第一时间开枪。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就用这部对讲机联系。记住啊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许上车，明白了？ Yes sir， 狱长请放心。其实吉米并不太放心，他很怀疑沈清歌是不是真的敢开枪，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回去要好好挖掘一批有潜力的人才，争取下次再出来，带着一支可以战斗的队伍。言月，这是个不确定因素，吉米根本不跟他废话，花10块坤坤币买了一个手铐，锁上，外面的能见度依然在10米左右。二人慢慢走向门口，与此同时，4楼的一处房间里，快，搬着人从后门走。说话的正是王明堂。15分钟前，王霸在吉米的枪口下逃出升天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这才跑回食堂。而王明堂正纠缠一个名叫白洁的女教师，刚要进一步发展，结果被王霸一嗓子给吓倒。你 ADC 的大惊小怪干什么？不好了，那个叫吉米的小子太难对付，把我带去的人都杀了。什么？他手里有多少子弹？王明堂原以为龙国枪支管制极严，吉米一个普通大学生，就算侥幸有枪，子弹也肯定少。本想耗光对方子弹，可儿子带回的消息让他心头一沉。吉米仔竟然可以射杀上百丧尸，十几人如此挥霍子弹，只能说明他弹药充足，而自己这边只有砍刀铁管。如果吉米拿着枪过来，我们只有等死得分。快给高老大打电话，问问他的人什么时候过来。王明堂自言自语着，然后拿出手机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喂，高老大吗？我这边有点事跟您说。王明堂快速地将情况大致说了一遍。对面高老大听后沉默了一小会儿。王副院长，子晨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他现在没有尸变，肯定还有救。你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，否则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一个字也别想要。我的人已经往学院赶了，你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实在不行，先放弃食堂，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。等我的人到了，一切都好说。放弃食堂，这里可有不少的食物，净水器也不是那么容易拆下来的。还有女人，尤其是那个白洁，在灾变前我就垂涎已久了。若不是末世之下可以用强，这口天鹅肉我恐怕一辈子都吃不到。最关键的是，他 ADC 的到现在我还没真正吃上。糊涂，是食堂重要还是你的小命重要？等我的人过去，有了枪，你还怕不能把食堂抢回来？行，高老đại，我听你的。现在就把高公子带着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到了咱再联系。挂了电话，没去管哭哭啼啼的白洁，他开始指挥手下抬人撤退。他此时身边有6个人，除了儿子王霸之外，还有4个王霸的铁哥们，另外还有保安队长史大力。大力，你带着他们几个抬上高公子，咱们从后门出去。姑父，要不要把净水机拆下来，再拿点吃的？史大力一听要走，有些不舍。来不及了，现在就走，等高老大的人来了，咱们再杀回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外面有喊话声音。所有人听着，我们是吉米女子监狱的狱警，王明堂、王霸父子2人残害学生，罪孽深重，恶贯满盈。现在决定执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他们的同伙听好啊，有阻拦者，一律同罪；有活捉此2人者，奖励面包10个。音量已经被调到了最大，整个食堂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吉米的动作好快啊，而且也太毒了吧！活捉自己还有奖励，这不是要手下出卖自己吗？这小子也太他妈嚣张了！姑父，你等着，我去宰了他！史大力说着就要冲出去。别，大力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，等到高老大的人来了，咱们有了枪再来找他。你们放心，他说的食物抢来了我都给你们，再每人发2个女大学生。史大力舔舔嘴唇，女大学生4个字听得他血气上涌。快，搬着人从后门走楼梯。抬着高子晨，再加上走的是楼梯，所以一行人动作很慢。另一边，吉米把喊话器塞到门框上，与何萌萌并肩而行。食堂里的红雾虽然少了一些，但能见度最多在15米上下。没走几步，视线尽头便出现了4个男生，正举着刀朝门口这边奔袭而来。把刀放下。何萌萌其实并不想伤害这些人，所以喊出的声音特别大。他希望对方听到后可以乖乖的投降，可是事与愿违，他一喊，令这帮男生找到了目标，吼叫着就冲了过来。他一枪打在一个男生腿上。再过来就开枪了。那些人不退反进，尽量走着 S 型路线往前冲，就连大腿中弹的男生也将手里的砍刀砸了过来。砍刀迎面飞来，何萌萌有点发傻，甚至都忘记躲避。关键时刻，吉米突然伸手将刀被稳稳抓住。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你。吉米当然可以开枪把这些人击毙，但他并没有那么做。他要锻炼何萌萌，让他成为自己的一把刀，也可以是刀鞘。望着近在眼前的刀尖，何萌萌大叫一声。好了好了，
他们都死了。望着眼前的4个男人，他一下子有些难以适应。前2天还是同学，转眼就变成了刀枪相见的仇人。可吉米的那句话在他耳边萦绕：你不杀他们，你不杀他们就会杀你，他们就会杀你。何萌萌的眼神慢慢变得坚毅起来。你还好吧？用不用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我没事，咱们上楼吧。吉米带着何萌萌一口气杀到4层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没有人敢反抗。他没有滥杀无辜，只是让这些人抱头蹲到墙角。2人很快来到颜月所说的房间，何萌萌第一个进去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是颜月胡说，还是人藏起来？挨个房间看看，小心点。2人随后挨个房间逐一检查，直到最后一个房间，刚一开门，立刻传来女人的尖叫声。别开枪，我们是真的老师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何同学，白老师为首长的最漂亮的女老师认出了何萌萌，这女老师吉米也知道，名叫白洁，是天海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团队中的颜值担当。她的目光扫向对方，姓名白洁，年龄28，充电龄人，守身如玉，颜值91分，符合要求。何同学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天哪，还有枪，这是真枪吗？老师们七嘴八舌，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盯着何萌萌胸前的文字。吉米女子监狱这个地方听说过，这2天在群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何萌萌同学，你能带我们走吗？这是我们吉米女子监狱的狱长，各位老师如果想入狱，可以问及狱长。入狱这个词好别扭啊。他们抬头看着吉米，很普通的一个男生，也就是高点、帅点，跟各位粉丝大大比起来，自然算不得什么。老师们，你们有谁看到副院长王明堂了吗？我知道，刚才他们已经走了。王家父子带着高子晨跑了。学院这么大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。还有个叫高老大的人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。会是光头勇口中强盛集团的高老大吗？不管是与不是，看来现在都得暂时放弃寻找王家父子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吉米女子监狱确实可以提供食物和水，还有一个绝对安全的住所，但是很可惜，位置有限，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接走，所以我只能挑一些有用的人。老师们面面相觑，不能全都带走，那可得好好表现。那个谁会做饭？我会，我也会。这4位老师先过来，其他人再等等吧。我那做饭好像也用不了这么多人。那个谁会电脑？我会，我 PPT 做的可好了，校长公开课都是我弄。一个女老师喊道。可惜她只有72分，而白洁2人依然没举手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已经有人负责电脑室了。然后他又仔细看了看与白洁一起的女老师，有点印象，自己当初大1的时候，这女老师还是个学生，看样子是留校任职了。姓名刘文静，年龄24岁，充电龄人，颜值88分，符合要求。你们有谁会跳舞？众人一愣，要说你监狱需要做饭的人，需要懂电脑的人，这我们都能理解。可你要一个会跳舞的有什么用呢？吉米问完，只有刘文静一人举手，而且面带惊喜。他从小学习芭蕾和拉丁，毕业后又留校任职艺术系的舞蹈老师，没想到监狱里还需要有人跳舞。吉米顺其自然的让他站到了自己身后，然后又看向白洁，白洁脸上有些着急，很明显是想跟自己走。真笨，你就不会举个手？会不会得先跟我走？难道我这个当学生的还能吃了你不成？我记得白老师会好几门外语吧，英语、寿司语和泡菜语都会。狱长，咱不是还缺个翻译吗？吉米赞赏地看了对方一眼，然后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。瞧我把这事都忘了。那锦，白老师你也过来吧。狱长，楼下有情况。怎么了？我看到我们体育系的同学了，还有一些女学生，大概20多人，都带着武器进了食堂。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人吗？应该是卢浩那帮人。王明堂之前派他们去学生超市抢点食物和香烟。吴浩，这名字有点耳熟啊，不正是第3集带人袭击我的那个短发男吗？当时这小子身手挺灵活，自己可是几枪都没打中啊。看看你今天的运气还有没有这么好。随后吉米带着何萌萌和6个战利品朝楼下而去，至于其他人那就和他没关系。所有人听着，我们是吉米女子监狱的狱警，王明堂、王大父子2人残害学生。你背袭的什么玩意儿？吓老子一跳！浩哥，这儿呢有个会出声的喇叭，什么破东西？为什么摔我的东西？红雾中走出2个淡淡的人影。你没被吸的谁啊？吉米，是你。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偷车贼啊！你的兄弟都死了，自己活着，多寂寞多孤单。我就做一次好人，送你去找他们，怎么样？大哥别开枪，有话好说。那天让你跑了，没关系，那是你的本事。今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3秒，我给你3秒时间，而我呢，只开1枪。如果还是打不中，算你命大。那天我不是故意的，别杀我。3，
兄弟们一起上，杀了他，抢走他的枪，咱们就是老大。卢浩突然面色狰狞，可他的小弟都是普通的学生，面对手枪，谁敢出头？你的妻子！卢浩骂完转身就跑。此时此刻，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。你说你这人怎么就不跑快点啊？给我都痛了吧！卢浩用最后一丝力气哀求着，太疼了，生不如死。那可不行，我都说了只开1枪，哪能言而无信？吉米收拾卢浩后，之后带着众人返回监狱。回到监狱后，吩咐曾嘉柔安排他们换衣入住。曾姐姐，这次带回来的人有会开车的吗？现在还没统计呢，不过这次有6个老师，应该都会开车。苏映雪闻言，脸色有点发白。啊，映雪！新人中有不少都认出了苏映雪，跑过来打着招呼。苏映雪很吃惊，尤其是看到平日端庄稳重的女老师，居然穿着和自己一样的衣服时。白老师、刘老师，你们都来了。师生见面，没有想象中的和谐场面，只有相对无言。白洁和刘文静甚至都不敢抬头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狱长，你看看吧，短短几个小时就有这么多人报名政审，您过目。纸上写着30多个人名，吉米有些甚至都记不住名字。不过其中一个他印象比较深刻，苏映雪的室友张小文。就让张小文先来吧。Yes sir， 通知张小文去洗浴中心洗漱，随后到狱长办公室报到。没一会，张小文来到了办公室，两人又打起台球。身体经过强化的吉米展现出压倒性实力，每一次精准击球都让张小文手忙脚乱，服从度3涨3落，最后定格在了98点。打完台球后，吉米打开系统界面，随着白洁等新囚犯入狱，坤币余额已累积至12455，他果断点击觉醒按钮。50种每人最多觉醒1种异能，是否随机觉醒？是。多注意随机觉醒异能，空间之门。吉米心中大喜，闭上眼睛，仔细体会着身体的变化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右手，面前凭空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。他开始做起了实验，首先验证了空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，猫不动。他把手机扔进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将门换了的方向重新打开，紧接着手机就从另外一个方向飞了出来，时间和扔进去时一样。如果把空间之门开在身前，那枪战的时候只有我打你，没有你打我。试问阁下如何应对？或者提前把子弹射进门，到时候双手插兜对着你贴脸开大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？但频繁使用后，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吉米意识到这是精神力透支的征兆，得赶紧休息恢复。这一晚他睡得格外沉酣，不光是身体的疲惫，更有异能耗竭后的深层倦意交织，让他彻底沉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早晨，曾嘉柔带着5个女人来到办公室，都是报了名政审的。狱长，你是先做早操呢，还是先吃早饭？6个人都准备好了。6个，不是5个吗？6个。吉米秒懂。那就你吧，服务的这么周到，也应该奖励奖励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放心，机会总是有的。5个女人互相看看，都露出失望的神色。众人走后，两人又打起了台球。切磋完台球后，吉米让曾嘉柔集合所有人，他要论功行赏。众人很快集合。安静，安静！咱们吉米女子监狱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。昨天出门救援，有3个人功不可没，可以说没有他们，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活着到达监狱。吉米高声说道，目光扫视众人。他们就是何萌萌、沈清歌和陆双双。说着，吉米缓缓上去，走到昂首挺胸的3女面前。吉米像将军审视自己的士兵一样。我决定任命何萌萌为狱警队长，陆双双为副队长，沈清歌为狱长助理。陆双双服从度加4，达到100点，基础系数奖励3倍；沈清歌服从度加43，达到100，基础系数奖励3倍。从今日起，何萌萌、陆双双，你们2个负责监狱的安全。现阶段咱们一共需要10个狱警，你俩商量一下，看看谁适合，告诉我。台下其他人眼睛一亮，需要10个狱警，也就是说还有8个名额。在监狱里，狱警自然比女囚强。沈清歌，你的工作就是专职负责我的生活起居。会议后再次出发，目的地职业技术学院2号宿舍楼。跟他一起去的还有陆双双与何萌萌，这2个女人现在的服从度都是100，是最为理想的打手。此外，吉米还叫上了一个叫董景的女生。狱长，有事吗？董景抬头看着吉米，脸色微红，似乎有些害羞。居然有85的服从度，看来是听话的类型。今天你陪我们去救援，愿意吗？我是不可能政审的。看看你都想些什么？我没说政审的事，难道你是想提醒我？我才没。其实我也不想对你政审。这是在嘲笑我吗？他想反驳2句，但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文字，最后只能是低着头跟在吉米身后。装甲车缓缓出发。上午10点，囚车驶进学院。学院里此时异常安静，保安室是昨天枪战后留下的残骸，
还有几只丧尸正趴在尸体上啃食着。吉米一脚油门驶过，很快便到了2号宿舍楼。确定周围安全后，他让何萌萌和陆双双下车，将录好音的喊话器扔到门口东侧20-30米的位置，一来可以让楼里的人知道救援来了，二来也能吸引丧尸的注意，减轻囚车这边的压力。粉丝大大们，不好意思放错了。莫视无情人有情，吉米女子监狱给你一个安全的港湾。本监狱管吃管喝，专收美女。不一会儿，便有女生打开窗户。是吉米女子监狱的吗？女孩压低着声音，但掩盖不住兴奋。学校里早就传开了，有个女子监狱，管吃管喝又安全，去了就能活。但有一点，只要没女，何萌萌随手干掉一个试图接近的丧尸。是，觉得自己能达标的就下来吧。可是楼道里有几只丧尸，自己想办法。这也是吉米要求的，他给出的理由是不想让自己的女人冒险。与此同时，办公楼校长休息室内，强盛集团董事长高老戴正守在昏迷的儿子高子晨床边。昨天夜里1点多，他亲自带着110来个手下，开着16辆车赶到了职业技术学院，可以说是整个集团倾巢出动，自然是为了他的独生子高子晨。老大，咱们有幸你看到吉米人了。阿龙干得好，王院长，你们学院的2号女生宿舍楼在什么方向？王明堂此时无比后悔，他放弃了食堂，放弃了垂涎已久的白洁，保护着高子晨躲到校长室，可答应他的手枪了。高老大来了之后，压根就没给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得罪了吉米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高老大来了，有人有枪，以后我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。还玩女人呢，恐怕连儿子都保护不了。看看那个叫阿龙的男人，看自己儿子是什么眼神。在办公楼的西南面，阿龙告诉兄弟们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矮壮男答应一声，然后瞄了一下角落里站着的王爸。老大，我想带几个帮手，救他吧。龙哥，孩子还小，啥也干不了啊。没事，听话就行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告诉老莫，我想吃鱼了。高老大，那这个王八我可以带走吗？赏你了，但是一定要把事情办成。在王明堂哀求的眼神中，王爸被阿龙带走了。二人上了一辆越野车，朝着不远处开去。大约10几米后，停在一辆面包车前。老莫，强哥他说讲鲫鱼了，一会吉米会从那条路过来，按咱们之前说的干他。知道了。就这样，阿龙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的通知，谁在什么位置，该干什么事，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而王爸只有在副驾驶傻傻坐着的份。一共15辆车全部安排好后，阿龙把车停到了角落。Hey man， 不许动哦。龙哥，你想干嘛？别叫龙哥，叫我爸爸，我只是想和你打台球。随后，两人的球杆发生了激烈的碰撞，竟然是在车上打起了台球。吉米忙活半小时，车里已经装了一大群女生。天海职业技术学院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，还不如换个地方。而这时可惜啊，3大校花女神没有集齐，而且缺的还是3大校花之首。高熙然，3大校花之首，家世十分显赫，父母是当地高官，每天收到的花可以绕地球1圈。你们谁认识高熙然？我和熙然一个宿舍，末世前几天他就没来上学了。吉米看了这女生一眼，姓名王娜，年龄21，颜值89分，符合要求。哦，真可惜。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？这个不清楚，他从来也没说过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斜侧飞过来一个东西。我操！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居然搞偷袭，看我怎么弄死你！大家不要慌，这辆车防火防弹，待在车内没有任何问题。整车升级后，已经变成了防弹玻璃，刚才被子弹击中的地方只留下一点点淡白色。汽油瓶灼灼燃烧，车窗外烈焰翻腾，透过因高温而扭曲的空气。吉米看到前面不远处停着3辆车，每辆车上下来了2个人，6个人，6把枪对着装甲车齐刷刷的开火，子弹呼啸而至，打在挡风玻璃上，形成一片白点，视野变得模糊起来。检测到装甲车损毁1%，修复需花费30宽捆币。检测到装甲车损毁2%，修复需花费60宽捆币。看来，即便是防弹玻璃，也有一定的上限。如果承受的子弹太多，早晚也有碎裂的时候。还击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。吉米灵机一动，把黄金 AK 拿出来。此刻，吉米那个1立方米的小空间内漂浮着几十发子弹，他将空间之门开在了挡风玻璃前，紧接着意识移动，30发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出。这种大范围攻击，对手没有任何的逃跑空间，直接被打成了马蜂窝。异能就是好用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6人刚倒地，枪声又从侧面传来。还有人，如果没有防弹玻璃挡着，这一枪恐怕就打到自己了。吉米透过侧面的防弹玻璃，看见红雾中有2个拿枪的男人，正闭着一只眼睛瞄准。
不等他开枪还击，装甲车左侧出现一阵轰隆隆的声音，下一秒，一个大货车的屁股出现在视野之中。你 ABC 的，还有完没完啊？吉米怒骂一声，这几轮攻击下来，搞得他晕头转向。两辆厢货撞完后，迅速朝前开进红路，然后再次倒车。你 ABC 的，还来？但这一次，吉米有了准备，看好时机，将油门一踩到，装甲像离弦之箭一般朝前面窜了出去。那两辆货车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已经离开，依旧是最大油门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两辆车尾来了个亲密接触，何萌萌摔了个大跟头。董景早就吓傻了，自从听到枪响，他就以为自己必杆无疑，所以看吉米，立马将他当成了主心骨。狱长，救命！他说着扑到了吉米怀里。吉米知道现在可不是享受的时候。闭嘴！再吵，老子现在就和你打台球。服从独家我。吉米的脑袋宕机了0.1秒，不过很快又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敌人身上。这帮人有枪，又不是学校里的人，还能精准地埋伏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，难道是高老大和王家父子联手吗？想留下我，就凭这个。熟练地打开空间，存子弹，射击，这次更准了。一圈下来，原本打算冲上来的那些人伤亡惨重。我靠，这小子太狠了，快跑！车外是一个男人肝胆剧烈的声音，像是见到什么恐怖至极的东西一样，拔腿就跑。现在想走，晚了点吧。吉米快速回到座位上，一拧方向盘，都坐好，该咱们反击了。众女闻言，无不紧紧抓着座椅底部，生怕一个加速会让他们起飞。吉米说着，一脚油门撞向正前方的面包车，那小汽车被撞得高高飞起，然后头上脚下的重重落地，像个被人翻过来的王八。吉米继续，第二辆、第三辆、第四辆，只要是能看到的车，他也不管有人没人，干就完了。很快，他发现了一辆红色小跑，这辆车原本的任务是扔燃烧瓶，但当发现吉米的火力实在太猛后，索性直接选择了哑火。本以为不会被发现，哪知却看见高大的装甲车朝自己撞来。吉米见跑车很矮，便加足马力，直接从对方车顶压了过去，小跑瞬间变成了铁饼。他一连干翻了30多辆，其中有人的有9辆，真解压。很快，一辆越野车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，刚要加油，却见奔驰车门突然打开，从正驾驶跑下来一个精壮男子，穿着裤衩子；从副驾驶跑下来一个年轻小伙，衣衫不整。吉米定睛看去，副驾驶下来那人有点眼熟，这不是王八？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吉米见王八这副模样，有些愣神，他的大脑反应了2秒，这才打开空间之门，而这给了那矮壮男子逃跑的时间。此人似乎是练过，动作很快，在地上滚了2下，居然躲开子弹，转眼间消失在茫茫红雾之中。就让你多活一会儿吧。吉米没杀王八，而是玩味地开着装甲车跟在其身后，偶尔用喇叭逗逗他。王八穿着裤衩子，屁股和大腿上满是鲜血，时不时惊恐地回头，然后跑得更快。左面来了一只丧尸，他赶紧往右去，结果右面又来了一只，他只好再次往左。如此反复，后面已然跟着一大群丧尸。我尼玛！终于，他再也跑不动了，屁股上的伤口越跑越大，疼得撕心裂肺，最后整个人索性躺到地上。来吧，杀了我吧，老子不想活了。吉米肯定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掉。空间之门启动，子弹悄无声息的射出，打死了楼上的丧尸，然后对何萌萌道：“你下去把他带上来。”王八闭着眼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可等了半天，依然没等到那该死的疼痛来。他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穿作战服的美少女。然而下一秒，这美少女的话让他更想死了。你是真恶心，没想到还是个 gay。王八自然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欲哭无泪。何萌萌恶心的撇了撇嘴，用泛着黑色光泽的小皮靴像踢死狗一样给了王八2脚。快起来，我们狱长要见你。吉米要见我？不，我不要去，让我去嘎了。可在枪口之下，他哪有选择的权利？最终，王八上了车，紧接着就是一阵女生的惊呼，中间还夹杂着嗤笑声。这比我弟的还小。一个女生半捂着眼睛，红着脸对另外一个女生说道：“你弟怕不是小学吧？3岁。”肯定是这样子才到0的。他们当中大多都是吃过见过的，自然一眼就能看出王八异于常人的地方。王八听着女人们的声音，拼命捂着，满脸惊恐地看向吉米。吉米忽然懂了，为什么颜月跟了他2年，充电人数还是0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王八，我这个人最讲理，你偷袭我想干我没问题，那是你的权利。现在落到我手上，怎么处置你，是不是也是我的权利？吉米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一枪打死我。这句话听得何萌萌不干了，他抬起手一巴掌过去。我们吉哥哥是不是男人？你有资格评论吗？杀了你，那太便宜了。我看刚才那个小个子似乎和你关系很亲密，这样吧，我找到他，把你送到他身边，怎么样？这句话戳中了王八心底最深的痛苦，他拼命地摇头。你还是干了我吧。说，他们是谁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可以点你的痛啊。
他们是强盛集团高老大的手下，是来接高子晨的。王爸说的和我掌握的一样，高老大，这个人已经是第2次派人来杀自己了，绝不能留。他们在哪儿？那个吉哥，有件事想求你，能不能让我也进您的监狱？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吉哥哥，我不想死，以后跟着您混，给我口吃的就行，让我干啥我干啥。他们能干的，人家也可以。可惜呀，我那是女子监狱，要想进来，你得做个手术。监狱里除了我这个男人外，不允许也不可能再有第2个。打至王爸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老弟，突然一咬牙：“行，鸡哥，这个手术我做。”你小子是真听不懂玩笑是吧？除了做手术，你还得干点别的。什么事？鸡哥哥您说吧。给我带路，杀了高老大和他手下。行，高老大还有10个手下，他们都在学校的校长室。将陆双双留在车上，吉米带着何萌萌和王爸下了车，3人直奔办公楼。而此时的校长室内，老大快看，少爷退烧了。退烧了？这现在已经38度了，这烧退得真快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出现在门外。老大，高老大回头看到了从吉米枪口下死里逃生的阿龙，仅打量了一眼，他心里便升起不好的预感。怎么回事？老大，不好了！那个叫吉米的火力太猛，老莫和兄弟们都尬了。一句话，高老大的头皮差点炸开。你说什么？废物！几十人偷袭一个，有枪有子弹，结果还大败而归，算是白养你们了！废物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老大，别骂了，快走吧，没准那个吉米什么时候就杀上来。哼！快抬着子晨，咱们下楼。众人7手8脚的抬起高子晨，便要出门。王明堂见状，赶紧跑过去抓住阿龙的胳膊。龙哥，你先别走，我儿子呢？阿龙本就着急，见王明堂还来耽误时间，直接一脚踹出。去滚你！王明堂被踹了个4脚朝天，半天爬不起来，躺在地上怒骂着：“你 ABC 的，我……”阿龙顿时来了火气：“老子受吉米的气，还能受你的气不成？”下一刻，对着地上躺着的王明堂便是一顿极限输出。很快，王明堂便有出气没进气了。阿龙这才解气：“呸，咱们走。”想走，走得了了。但是吉米一进。这2个字就像魔咒一般，有2个壮汉下意识的去摸腰间，这才想起来，所有的枪都被阿龙拿走，集中火力偷袭去了。下一秒，2人同时倒地，每人脑袋上多出了一个血窟窿。这是什么超能力？双手插兜竟能发出子弹！大家一起上！高老大不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他知道现在只有一拥而上，才有可能做掉吉米，才有可能活下去。他的手下和学生不同，他们平日里就好勇斗狠，到了生死关头，自然生出了一股力气，所以他们冲了上去。可是这有用吗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浮云。吉米空间大开，先是左面，然后是右面，子弹尽数飞出。转眼屋里活着的只剩下了高老大和阿龙，还有那个一直昏迷不醒的高子晨。吉米拿出一把左轮手枪，递给身后的王爸，指着抖成一团的2人：“来吧，该怎么做你自己选择。这小子可是你的杀父仇人，1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还有5集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”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里边关押的竟都是颜值超高的妹子，不仅校花哭着请你抓她进监狱，甚至冷面人妻都主动穿上囚服，甘愿做你的舔狗，只因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拥有安全的庇护所和吃不完的食物。你个王八蛋！阿龙害怕了，生怕对方开枪，赶紧用胳膊挡住脑袋。别！除了杀父之仇，还有，刚才同我菊花的事，去死吧！王爸疑惑地看着手枪，又开了2下，这才突然明白吉米给他的是一把空枪。不好意思，忘装子弹了。我操！你骗我！小逼崽子，居然想杀我！随后2人扭打在一起。吉哥，救我！王爸不是对手，被阿龙按在地上抽空求救，紧接着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了他的脸上。就让你们狗咬狗吧。半分钟后，王爸和他老爸一样被阿龙活活打死了，而阿龙也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。真不禁打，我还想多看会儿。然后他就在阿龙的脑袋上补了一枪。做完这一些，吉米面无表情地看着高老大。好了，现在只剩你了。别过来！就在这时，一声嘶喊从床上发出，正是昏迷数天的高子晨。高子晨醒了。子晨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他妈敢杀我爸，我弄死你！只见高子晨的眼睛中突然射出2道白光，以极快的速度迎面打来。吉米往右一跳，整个人弹射而出，白光落空，射在墙上，居然打出了2个小孔。好厉害，这可比子弹的杀伤力大多了。滚出来！不对，我怎么把空间之门给忘了？来呀，打我！吉米一边说道，一边把空间之门开在身前。你找死！绿岛小心！就在这时，何萌萌突然喊了一句，眼中只看到吉米有危险，不由得心头大骇。他像疯了一样，对着高子晨的举枪便射。
操！吉米本想过去，无奈高子晨的速度太快，等到他反应过来时，何萌萌已经倒下了，鲜血染红了他的前胸。去死吧！空间里剩余的子弹倾泻而出。就在这时，变故又生，高老大一把扑上来，推开自己的儿子。爸，你醒醒，我跟你拼了！高子晨射伤了何萌萌，吉米打死了高老大，两个人杀红了眼。高子晨的白光一道接着一道，他想不懂为什么射不中吉米，他原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是主角，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可没想到，醒来后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这么难。一时间，高子晨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，只觉得头晕头晕。为什么会头晕？这个想法刚一出现，高子晨突然就站不住，眼前金星乱冒，那双引以为傲的双眼再也射不出丁点白光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转眼间，他双腿一扑通一下坐到地上。完了！这是他昏过去前脑子里出现的最后想。而吉米这边也不好受，同样是天旋地转。此时的吉米尽力稳定着空间之门，脑门上的汗水如瀑布一般往下。吉米强打起精神，关闭了空间之门的防御状态，翻转过来对准，以其人之道治其人，他要用高子晨的白光了解他的性命。敢打老子的女人，去死吧！可下一秒，空间之门没有打开。靠，没有异能量了。吉米是万没想到，这么关键的时刻，空间之门居然打不开。他踉跄着退了几步，勉强稳住身形，捡起和萌萌的 AK， 对准昏迷中的高子晨。第一枪打中了对方的左臂，但由于体力不支，实在无法控制机枪的后坐力，所以从第二枪开始，子弹越打越高。也是因为这一枪，让高子晨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，腹部的伤痛拼出最后一丝力气，猛地爬起，然后像炮弹一样冲向窗边。吉米想冲过去，哪怕是对着空气开几枪，可是做不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子晨跳了下去，然后昏死过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吉米骤然醒来，看到何萌萌身下的大片血迹，赶忙检查。还有气，只不过伤得很重，需要马上治疗。陆双双带4个人来一趟校长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陆双双带着4个女生上来了，见到满地尸体，吓得失声尖叫。也只有开过枪的陆双双好一些，第一时间冲到吉米身边。吉米，你没受伤吧？当然没事啊，凭他们几个还伤不了我。作为女球们的主心骨，她得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。萌萌，她怎么了？她受了重伤，我们需要赶紧回监狱。 5个女人7手8脚把何萌萌放在了担架上，很快回到车上，把何萌萌平放在座位上。董景抱着她的头叫个不停，眼泪哗哗往下淌。但吉米注意到何萌萌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吉米边开车边打开自己的界面，身体太虚弱了，他准备加一些强化缓解虚弱。1000块花出去，他的强化值从50变到60，这才稍稍感觉好一些。原本吉米可以加的更多，但是何萌萌受伤需要治疗，让他不得不省着点花。他打开建筑页面，找到医务室。 医务室位于12层，价值1000块。已解锁医务室，对应解锁商城内物品：碘伏棉签、医用酒精、云南白药、布鲁芬、头孢板蓝根、哈莫西林。药品有了，虽然只是一些最基本的，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。随后他拿出对讲机，把何萌萌受伤的事大概说了一遍，让曾家柔带着人去车库门口接人。1个小时后，囚车缓缓驶入监狱，曾家柔早就准备好了。刚一开门，他便带着10几个女囚迎了上来，女囚中包括了苏映雪，毕竟她和何萌萌是最好的朋友。 把何萌萌送到12层的医务室，那里有药。剩下的事情，曾家柔你处理好，我要去休息一下。何萌萌被抬下车，送上了12层的医务室，但几个女人围着她却是束手无策。1集不够看，首页置顶还有6集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 从学校回来后，吉米一直睡到夜里11点，才精神满满的起床。他先试了一下空间之门的能力，通过下午和高子晨的战斗，他基本了解了异能的常识。我现在打开空间之门总时长不能超过1分钟，如果超了，就会出现异能消耗过度的情况，非常危险。吉米思考着这个情况，然后再次打开系统界面。 升级需花费2万矿矿币，余额不足。看来异能确实是可以升级的，不过下一次升级需要2万块，这说明异能升级所花费的坤币是叠加的，这可是个无比庞大的数字啊！我现在只有100多个女囚，每天也就1万块的收入，女人还是太少，老子要人。随后，吉米来到医务室看何萌萌，一进屋，女人们立刻围了上来。狱长，萌萌的血止住了，不过烧到40多度，伤得太重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 他死不了。新来的18个女囚已经安排住下了，闹着要政审，我把名字都记了下来。还有秦姐姐给你做了晚饭，去吃点吧。曾家柔继续介绍着情况，吉米一边听着，一边观察何萌萌的状态。何萌萌秀眉微蹙，身上盖着棉被，被子和床单上还沾着斑斑血迹。吉米虽然不懂医术，但也知道何萌萌这是伤口发炎了，应该是要输液，但是现在1没药品，2没医生，该怎么办？吉米看了看苏映雪，
发现他的眼睛红红的，看来哭过。映雪，你现在就去休息，明天跟我出去一趟。你开车？你让我开车？我得去趟医院找点药回来，顺便再找个医生给萌萌治伤。去医院太危险了吧？现在他们都知道外面有多危险，漫天红雾加上遍地丧尸，尤其是还出现了强大的异能者，现在去医院无异于找死。没想到吉米为了救何萌萌，自己提出来要去医院。要知道，吉米可不缺女人。他们不由得把自己想象成了何萌萌。如果有一天他们为吉米受了伤，那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吗？下一刻，吉米的话让他们放了心。只要是我的人，我就不可能坐视不管。苏映雪服从度假我，秦诗音服从度假我，东京服从度假我。等吉米安排好后，苏映雪准备回监舍去了。她得好好休息，明天的机会太难得了，不容她有任何闪失。谢谢你。整个监狱的颜值担当，只当一个普通女囚似乎太浪费了。小文，你留在这照顾萌萌。董姐，你陪我去吃饭。要不让小文陪你去吧？不行，就你去。吉米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充满了不容置疑。好吧。二人来到食堂，秦诗英做好的饭菜都放在厨房，吉米大咧咧地坐在桌前吃棒棒糖，看着董景红着脸忙里忙外，那目光像盯上了猎物的老鹰，让董景的小心脏咚咚直跳。他该不会要对我做什么吧？你知道这些食物放在外面有多珍贵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句对不起就想完了？那怎么办？你需要一个深刻的教训。不可描述，难以细说。随后两人又打起了台球。深夜的食堂空无一人，吉米狠狠吃了一顿夜宵，心满意足。到了12点，再次收到提示，坤坤币余额达到了13000多。升级异能还是不够的，但增强体质可以。顺便也为前往医院做准备。4000块花出去，他的强化变成了100，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强烈的冲动。现在大半夜的又不能去麻烦别人，只好继续委屈董景。随后两人又打起了台球，把董景教育的服服帖帖、老老实实、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。第二天早上，吉米来到楼下，苏映雪和陆双双早就准备好了。苏映雪换上了来时的衣服，短裙小皮鞋，又恢复了校花的状态。见到吉米，她主动上前：“议长，咱们去哪儿？二院吧。可是二院离咱们最少10公里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往北3公里有个丽景小区，小区对面有个社区医院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去那儿，可以节省时间。看来你做了功课，可是社区医院里的药品和医生能行吗？何萌萌可是被异能者打伤的。萌萌的伤虽然重，但只是外伤，一般的医生都能治得了。而且社区医院的规模也不小，消炎药、抗生素什么的全都有。苏映雪似乎是早有准备，快速的回答道：“去社区医院看看也不是不行，但这丫头是不是早有预谋？不行，不能让这丫头得逞。一个社区医院能有几个医生？基数少，幸存者的数量就少。丽景小区和二院可是反方向的。如果咱们去了社区医院，见不到人，找不到药，那10公里就变成了16公里，一来一回，可能今天都回不来。好吧，还有件事我没说，我姐就在社区医院呢。你姐？吉米这才明白为什么对方非要去社区医院了。这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吉米，我求求你了，就去社区医院吧，我保证那儿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对了，龙井正审案你知道了？再告诉你个事吧，我姐他们医院里上月新来了10几个实习生，都是医科大刚毕业的，漂亮着呢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小狗骗人。狱长您说吧，怎么走？实习生什么的不重要，何萌萌的伤势耽误不起，就去社区医院吧。三人上车，苏映雪盯着宽大的座椅和方向盘，有些发呆。这车也太大了。可以的，苏映雪，你可以的。这手动挡怎么这么难开？不是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行，一定行。费了半天劲，囚车终于驶出了监狱。三人一车缓缓行驶在路上。吉米发现丧尸的感官似乎更灵敏了些，隔着3、4米的距离就能发现囚车的正对丝毫地冲过来，仿佛要一口咬破窗。苏映雪也慢慢适应了，从开始的动不动就尖叫，到后来连也不眨撞上去。开了1个多小时，这才抵达社区医院。你姐是什么科的？这里是医院，好小啊。儿科啊，儿科。瞧不起谁呢？我姐可是高材生，要不是，哎呀，总之放心吧，我姐什么都会。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怕什么？你手里不有枪吗？打死他了！做不到。看着医院门口游荡着一大群丧尸那灰白的眼球，苏映雪止不住的发抖。想想你姐姐，你不是要救她吗？这才是第一步。你要是做不到，那好，咱们现在就走，再也不回来。别开枪，打死他们！记住要打眼睛，那里最弱，子弹可以轻易的穿透丧尸的脑干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死得彻底。现在我来教你装子弹，记着以后得多备几个弹夹，一定要把它们都装满。好有安全感啊！因为刚才的叫声太大，又有一群丧尸被吸引过来，苏映雪就这个实在不能开枪。
而且还学会了。10分钟后，医院门口地上是一片死标本。吉米，谢谢你，你这人真挺好的，就是太好色了。说着，苏映雪的脸不由通红。别这样看着我，难不成我还长得帅过屏幕前的各位燕总吗？要不你政审一次，帮我改改。你看你又来了。二人进入楼道，里面漆黑一片，毫无生气。吉米，我姐她不会有事吧？这里好像没活人了。不，这里有人，你看呐，有人用家具堵住了楼梯，这是阻挡丧尸上楼的。而且刚才我看的窗户全都完好无损，这说明2楼应该没有丧尸。苏映雪听后心里没来由的放心不少，她隐隐有一种感觉，只要是吉米说的话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要不我喊喊我姐？别，现在不知道上面什么情况，咱俩直接上去。吉米一边打量着周围情况，一边朝楼上走去。没走几步，突然听到有个尖细的女人声音：“刀疤强的也上来了。”紧接着，好几个不明物体飞了过来。吉米眼疾手快，尽数接住。别误会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玲玲姐，是你吗？小雪，你是小雪。苏医生说你在学校啊。那个，他是谁？这是我朋友，帮我来找我姐的，大家别误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都以为是刀疤强派人来了，这才那什么，没瞎找你吧？我讨厌。吉米开了个一语双关的玩笑，那女人还没听出来，捂着嘴咯咯笑个不停。紧接着又走出来几个人，吉米简单的环视了一圈，立刻觉得此行不虚。这里一共6人，居然全部达标。徐玲玲92分，充电离人。很好，没白来。玲玲姐，我姐呢？哪知徐玲玲脸色忽然就变了，将头低下，默不作声，明显是有事，这让苏映雪更着急了。小雪，你姐被刀疤强带走了。什么？玲玲姐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个刀疤强是谁？他在哪？我姐现在到底咋样了？哎，都怪你那个好姐夫啊！徐玲玲把事情经过讲了出来。苏映月的老公名叫赵健，末世当天，小两口被困在丽景小区的家里，手里食物和水都不多。赵健身为一个大男人，一听老婆说让自己去寻找物资，吓得直接尿了裤子，所以2人很快坐吃山空。就在这时，小区里一股势力突然崛起，他们的头领叫刀疤强，心狠手辣，小弟众多，凭着敢打敢杀的狠劲和一把改造的手枪，刀疤强带着沙场市场食物，带回来了大量物资，在小区里和没吃没喝的女人们做起了交易。赵健太渴了，想着能用老婆去换几瓶水也是不错的，所以当天晚上，赵健悄悄出门去找刀疤强。幸亏苏映月机灵，看出了老公的不对劲，偷偷跟在后面，果然发现了赵健在和刀疤强做交易。赵健像条狗一样，对于刀疤强的所有要求一律答应。苏映月吓坏了，连夜跑出了小区，硬生生跑到社区医院。苏映月跑了赵健那边就不好交代了，喝了水却交不出人。作为社会大哥的刀疤强岂肯善罢甘休？刀疤强扬言，交不出媳妇就阉了他。这可给赵健吓坏了，直接告诉刀疤强，苏映月很可能就躲在社区医院。然后赵健就带着人来了。为了不让那帮禽兽看到徐玲玲这些女人，就在2个小时前，苏映月选择自己一个人出去面对一切。苏映雪听完徐玲玲说的经过，气得咬牙切齿。姐夫，哦不，赵健这个王八蛋，怎么会是这种人？你看看人家吉米，别管他是不是色鬼，最起码会保护自己的女人。再看看你呢，靠媚老婆活下去，垃圾废物。他在心里把赵健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。吉米，能不能去救我姐？求求你了。没问题。咱姐有事，我肯定得管啊！苏映雪心中狂喜，她本以为吉米会为难自己一下，或者提个政审之类的要求，没想到答应的这么痛快。刀疤强抓走了不少女人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女人，眼前这几个自然也得要。你都100多个了，这几个要不分给屏幕前的吴彦祖吧？算了，他们吃不消。玲玲姐，你们大家跟我们走吧，我们有个监狱，有食物有水。苏映雪把监狱的情况大概介绍了一下，选择性的忽略了政审的事，又把和萌萌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一下。这是伤口发炎或感染引起的高烧，同时还有失血过多的可能，需要尽快输液。这里是医院，要有的是。徐玲玲很热情，很快便装了几大箱药品，搬上了车。走了，出发救人。苏映雪心里着急，开得很快，很快便来到苏映月家的楼下。狱长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自从何萌萌受伤，她心里似乎总有一种为了吉米而拼命的决绝。双双，外面坏人很多，车上一样重要，需要个信得过又有能力的人。除了你，我想不出别人了。陆双双立刻精神振奋起来，重重的点了一下头，然后举起枪警戒起来，一副见人就毙的架势。别打了，我求求你们别打了！全球末日爆发，我开着没有大灯的装甲车，到处收集车头灯耀眼的美女，却不料遭遇学生会埋伏，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抗就此展开。吉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我姐吧？放心吧，这肯定不是你姐，听声音就在上面3、4层的样子。你姐不是住11层吗？你说的有点道理，但她是被抓回来的，要是万一，
万一？没有万一，你姐长得那么漂亮，刀疤强肯定不舍得她。你怎么知道我姐长得漂亮？那可是你姐，能不漂亮吗？哎呀，你正经点行吗？两个人说着话，不知不觉走到5层，3、4个彪形大汉堵在一户人家门口，正对着地上的一个男人拳打脚踢。而在旁边，一个长相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像疯了一样拉着那帮施暴者。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，我跟你们走还不行吗？善良们，现在老子改主意了，脱了，就在这儿和我们哥几个打几把台球，我就饶了这个废，怎么样？你们不是人，才敢骂我！老公，女人急了，拼了命的往上扑，却被其他人死死拽住胳膊。这回好了，就在你老公标本旁边和你打台球，肯定别有一番滋味。好，够狠，够变态，我喜欢。吉米站在楼梯上，拍着手，一脸笑意。光头回头一看，眼睛顿时直了。下面的苏映雪可比旁边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娘们长得漂亮多了。哥几个，有人送上门了，咱今天就来得一干双净，怎么样？其他人立马捧场的大笑起来。光头哥，可是这里就一个寡妇啊。没关系，马上就是2个了。那小子，滚过来，跪在地上受死！苏映雪本就看这帮人不顺眼，又听他这么和吉米说话，俏脸顿时一沉，直接拔出手枪。你给我跪下！枪！这2个看起来像大学生一样的年轻人，怎么可能有枪？我媳妇让你跪下受死，怎么了？没听到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占我便宜呢？假的，不像，这小子太淡定了，没有人可以拿着假枪还这么淡定。可惜呀，可惜，这么变态的人居然是聋子，我给你治治吧。说着，他越走越近，刚才说话的小胡子眼里突然闪出强烈的兴奋。没有经验的蠢货，手枪是远程武器，你离得这么近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太慢了。二光头男躲闪不及，立马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光头哥，你眼瞎吗？原来用刀可以治好你啊！那行，我再给你治治。他的聋病我已经治好了，你们是不是也有需求？大哥，我不聋，我听到了。另外3人可没跪，其中有个人拔腿就跑，可动作太慢了。看来你病得不轻。其余2个看到后腿一软，双双跪倒在地。大哥，别杀我们！这才对，我媳妇让你们跪下受死，你们就得跪下受死。说完，他拿出手枪递给刚刚变成寡妇的俊俏女子。女子眼看着老公被人活活打死，几乎都要疯了。女人哭泣着，拼了命地摇晃着自己的老公，崩溃了。有个问题，谁先回答，我不杀他。大哥，你问吧，我们说。刀疤强抓来了一个姓苏的女人，现在在哪儿？3人同时一愣，他们抓的女人太多了，谁姓什么哪能记得住？她老公叫赵健。大哥，我知道，他跟着强哥一起在地下车库。真好。吉米说完，抬枪就打死了另外2个。大哥，求你了，我不想死。带路。随后，吉米带着苏映雪跟胡子男走了，只留下那个俊俏的女人独自哭泣着。吉米边走边问着小胡子关于刀疤强的事，这才知道原来今天是小区里组织的交易会，地点就在地下车库，而刀疤强现在正带着人在地下室开拍卖会。你们都听好了，这边的女人1瓶矿泉水一系，那边的2瓶一系，想要的过来交钱了。顺着声音望过去，车库中央并排停着10几辆车，车顶上站着20多个女人。这些女人分成2部分，左面是1瓶水的，质量堪忧；右面是2瓶水的，只有2人合格。谁是刀疤强？胡子男赶紧用手指向车前最中间的男人，此人40多岁，他此时正左右手各搂着一个女人，从女人站立的位置可以判断出他们是非卖品。而苏映雪见了刀疤强左手搂着的女人，吉米，那就是我姐。这女人和苏映雪有着7分相似，只是稍稍高一些，年龄26岁，颜值93分。你喊一声就说吉米狱长驾到，这儿的女人她全要了。啊，好的。别哭哭啼啼的，打起精神来，喊出气势，要不然我送你去见那个光头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吉米狱长驾到，这儿的女人，吉狱长一个人全包了。这一声大叫突兀无比，强烈的回声在车库里回荡，引得所有人侧目。台上的刀疤强一皱眉，细看之下才发现喊话的不是手下的小弟。小胡吗？我说小胡，你他哪发什么神经？话还没说完，刀疤强的目光就被吉米身边的苏映雪牢牢吸引。好漂亮的女人，看着就热。小雪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你们认识？是，强哥，这是我小姨子。姨子，你还有个小姨子，好福气啊！刀疤强嘿嘿笑道，一个让人非常提神的想法立刻充斥了他的大脑。这姐妹俩今晚和我一起打台球，放心，就按之前说好的，你可以在旁边看着。
可是赵健总感觉哪里不大对劲。没什么可是的，老子让你看，你就得看，免费看你小姨子，这好事，拿照去。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里边关押的竟都是颜值超高的妹子，不仅校花哭着请你抓她进监狱，甚至冷面人妻都主动穿上囚服，甘愿做你的舔狗，只因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拥有安全的庇护所和吃不完的食物。吉米在寻找苏映雪姐姐过程中，意外解救了一名女人，并且通过小胡子得知今天是小区里的交易会。你是谁？你这不是卖宠物吗？我是来买宠物的。矿泉水我是妹，这样吧，一颗子弹买一个女人，怎么样？你 ABC 的，你个小逼崽子说啥呢？吉米又往前走了几步，然后伸手比了个手枪的动作，开始寻找目标。就你了。刀疤强一愣，还以为是自己手下为了搞笑在配合吉米，他脸色一黑，走了过去。我说老七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可话音未落，他突然间头皮发麻。老七，他最为得力的手下卡了。这不可能。好啊，我的子弹给完了，你是不是该把女人交出来了？我要她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子弹你还想要？好了好吧，谁让人家长得漂亮呢？说完，他再次瞄准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看清了，这是什么能力？以手做枪，竟能打出真的子弹。这次够了，够了。刀疤强赶紧解释道，虽然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，但他知道自己惹不起。兄弟，不，大哥，这女人给您。小雪，这是姐姐，有她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很好，看来强哥也是个买卖公平的人。那咱们继续吧，这个我也要了。他说的正是和苏映月一样，站在刀疤强另一侧的女人。这女人一头柔顺的黑发，颜值90分。吉米说完，还是老样子，将手枪举了起来。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刀疤强在内，集体后退。又一人中枪倒地。大哥，别打了，这里的所有女人全都送给你，免费，全免费。那怎么行？你把本狱长看成什么人了？说完之后，他开启了清理模式，简单的一圈下来，刀疤强的小弟最少死了一半，而剩下的人则是掉头就跑。吉米并没有去追，但刀疤强这个人绝不能留。吉米一枪打中了刀疤强的左腿，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强哥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看你账都没算完，跑什么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就是还欠你20多颗子弹，一个小弟都跑了，只能算在你头上。吉米说着，把手抬起来，准备结果对方的性命。就在这时，等一下，是他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刚失去了老公的小寡妇。姓名王丽，年龄27，充电艺人，颜值原本85，现在70，暂不符合系统要求。还有这说法？王丽平复了一下呼吸，对吉米深深的鞠了一躬。这位大哥，谢谢你替我老公报了仇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吉米都不等王丽说完，便直接回答道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小寡妇想干什么了。他把手枪递过去，去吧，杀了他，亲手报仇。刚才杀光头我就后悔了，不应该让他嘎得那么快。吉米颇感兴趣地看着对方，却见王丽掏出一把水果刀，红着眼走向刀疤强，四目相对。刀疤强，你手下杀了我老公，今天我就让你血债血偿。说着举刀便刺。刀疤强见对方上前，他猛地一抬那条好腿。你 ABC 的。王丽直接被踹飞，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出去5、6米远，这才落地。吉米，我还是帮帮他吧。不，让他自己来吧，他可以的。要不还是给把枪我吧。在武器的加持下，王丽很快击中刀疤强。谢谢你，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走吗？可以。苏映雪，你先带着他们回车上吧。这位大哥，您是我见过最牛逼的人，能不能收我当个小弟？我跟着您混，什么都听您的。什么都听我的？对，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大哥，不，就是我亲爹。您让我往东绝不往西，让我打狗绝不撵鸡。跟着我，那你可得立点功啊。胡子男盯着那烟，舔了舔嘴唇。吉哥，刀疤强之前抢来了不少女人，我知道，都关在一个地方。要不我带您过去看看。今天在台上的那些女人，怎么尽是些庸脂俗粉？原来刀疤强这老小子，把好东西都留在家里。吉米顿时心里一喜，随手扔出一根棒棒糖。好，你提供消息有功，本狱长赏了。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吉米让胡子男带路去找刀疤强私藏的优质女性。胡子男边走边介绍着情况，说话间很快到了疤强的家，便听到有女人嘤嘤嘤的哭声。随手打开一间房子，吉米看到5、6个年轻女性坐在沙发上，女人们见有人进来，尖叫着躲到了墙角。别过来！不用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刀疤强死了。这句话起到了作用，女人们瞬间安静，一个个瞪着眼睛看着他。他死了？
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就在地下车库，你们可以随时去鞭尸。当这些女人听到刀疤强真的死了以后，互相看看。我有一座监狱，里面有吃不完食物和净水，足够咱们大家活着。如果有愿意跟我走的，请举起你们的手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一个举手的人我都会要。女人们面面相觑，但没人举手。末世太乱了，好人坏人谁能分清？他们不可能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，更何况那个陌生人身边还跟着一个刀疤强的人。吉米发现有2个女人恶狠狠地盯着身边的胡子男，目光中满是杀意。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不举手，他眼睛转动。吉米一把将胡子男薅到身前。在刀疤强为非作歹的这段时间，有些人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。我问你们，这种人该不该死？该死。这个人就是刀疤强的手下，今天我就把他交给你们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吉哥，你说过不杀我的，你不讲信用。哼，谁会和你这个禽兽讲信用？我那么说，就是为了救出这些受害者。话音未落，他直接将胡子男推向众人，女人们一拥而上，对着他拳打脚踢，更有人狠狠一脚落在了胡子男的裤裆上。胡子男一死，便有人带头举起手。分人，我跟你走。有人带头，剩下的就好办多了。10分钟后，吉米满意的准备带着达标的女人们回去。就在这时，耳机里突然传来陆双双焦急的声音：“狱长，不好了，苏映雪被人劫持了。”吉米解决掉刀疤强后，通过胡子男得知刀疤强家中竟然还藏着一群被胁迫的女人，立即决定前往刀疤强住所解救。然而解救时，另一边却传来了苏映雪被人劫持了的消息。赵健，她是我妹妹，你快放了她！不行，你让他们把车钥匙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别，赵健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别！把车钥匙给我，要不我真动手了。还有你把枪扔了，提过来。陆双双一直在犹豫，这枪到底该不该开？开吧，他没把握，万一误伤了苏映雪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陆双双眼睛一亮，因为他看见就在赵健身后茫茫红雾之中走出来一个人，吉米。他立刻有了主心骨，仅仅瞟了一眼，便立刻将眼神收回，生怕引起赵健的怀疑。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，他索性将枪口抬高，双手举起。好，只要你不伤害人质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你把枪扔地上。行。陆双双痛快地答应道。苏映月自然也看到了吉米，他眼睛一转，老公，你刚才说让我和你一起走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老婆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原谅我了。真的，我想好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是我老公，我死也要跟着你。吉米轻轻朝前走，没发出半点动静。他接到陆双双的求救信息后，便将众人留在了原地，独自前来，就是要悄无声息地解决麻烦。6米、5米、4米，他越走越近。老公，你看，天上有飞机。好机会。吉米趁着赵健愣神的刹那，将空间之门开在他的斜后方，子弹射出，稳稳地钻入了他的后脑。赵健软绵绵地倒下了，他到死都没弄明白究竟是谁杀了自己。苏映雪已经傻掉了，直到赵健倒地，他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苏映月赶忙上前抱住妹妹，轻声安慰着。陆双双则是快步走到吉米身边。议长，刚才的事怪我手软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这些女人，尤其是女狱警的心理素质和个人能力必须要提升了。末世中你手软了，不仅仅是连累的是自己，还有队友。这件事回去就安排。议长，苏映雪顾不得姐姐，直接朝着吉米跑了过来，她一头扎入吉米怀里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吉米看向系统，服从度居然变成了96。要知道，今天出来的时候，苏映雪可是才55点。再次准备出发，因为苏映雪惊吓过度，吉米没让她开车。那个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高挑女郎开口道：“大哥，我会开车。”吉米回头看去，信息自动浮现：姓名田心月，年龄29，出面60人，颜值92分，符合要求。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你玩的挺欢啊。匡姐。那好，就由你来开。很快到了监狱，囚车驶入院内，刀疤强家里带来的一大群女人，外加田心月，直接交给曾家柔。他们都见识过了吉米的手段，自然是乖乖换上了囚服。但苏映月、徐玲玲，外加那5个女护士，吉米却并没有做要求，毕竟还得求着人家办事呢。护士们红着脸，小声议论着，是不是刚离开虎穴，又进了狼窝？这时候，沈清哥及时出现，先是和这帮小护士熟络了一番，而后开始劝说：“你们是想给一个人看，还是……”沈清哥一番话把小护士们唬得脸色发白，而何萌萌在苏映月和徐玲玲2位医生的照料下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吉米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。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得奖励一下自己。曾家柔，等一下把需要政审的带到我办公室来。很快，曾家柔带着众人来到办公室，开着。随后，吉米又打起了台球，一直忙活了几个小时，他才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吉米一早便找到了陆双双。我要打造出一支能干的女兵队伍。何萌萌不在，你这个副队长便担任起挑选狱警的工作。Yes sir。吉米一次性又买了8支冲锋枪和8支手枪，又给新来的8个人每人1套作战服。等到对枪械熟悉一些后，带着他们
到外面与丧尸面对面厮杀。就这样，3天很快便过去了。截至目前，坤坤女子监狱有囚犯150多人，每天奖励超过15000块。经过3天的积累，吉米的余额达到了48000坤坤币。吉米先是升级了异能，同时为了让政审后得到的优待更加明显，他又花了3000块把2级监设升至3级。升级后，吉米集合队伍，准备去找高子晨算账。这次出门，他做足了准备，带了2个司机、1个医生、9个狱警，同时还带了一些应急药品，足以应付一些风险意外。这一次，他们要去北城区，经历5个小时的赶路后，一行人抵达了强盛集团。吉米带了5个狱警陪同，其他人全部留在车上。与此同时，高家别墅内，高子晨脸色阴沉地躺在沙发上，左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依然阻挡不了鲜血渗出。吉米的子弹留在了他的体内，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痛。高子晨身边站着3个身穿瑜伽服的美女，刚刚替他换完纱布。那个大少爷，咱们的食物没有了，您看是不是？我爸就没留下什么吃啊？没有，老爷真的死，哦不，去世了。滚开呀！那女人被这声暴喝差点吓死，看着高子晨狰狞的脸，她低着头，默默地出了房门。另外2个人也识趣地跟在她身后一起走了。你 ABC 的一群废物，真不知道我爸养你们有什么用。呸！什么东西？明明有异能，也不出去找食物，饿死你得了。就是冲我们发火有什么用？好歹也是你小妈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走，咱们去吃饭，大家换着吃，千万别让那小子发现。放心吧，青云姐，饿死那个傻小子。他们跑到杂物间，那里有高老大留下的食物，方便面和矿泉水，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东西，他们不可能给高子晨。高老大这个老王八蛋，死了也不知道给姐妹们留点食物。高子晨这个小王八蛋，不给你爹报仇，还回家来干什么？搞得老娘们还得偷偷的吃。我说人呢，都他妈去哪儿了？吉米回到监狱后，不仅升级了异能，同时还训练了一支能干的女警队伍，为了以绝后患前往强盛集团解决高子晨。哎，你们都堵在门口干什么？少爷，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。什么？高子晨皱眉，疑惑地看着面前的女人们。突然，他一脚破门而入。啊，你 ABC 的，你们不是说没吃了吗？这可都是我爹留下的。屋里的女人也傻眼了，这位大少爷轻易不来地下室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滚，都滚！这些东西是我的，谁也不许吃了。说着，他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。一帮等老子吃饱，把你们全宰了。子晨，这些东西虽然是你爹的，但那是留给我们的。高子晨跳起来，又是一个耳光。我们可是你小妈。小妈，你们有的比我还小，好吧？他大踏步朝着罗青云走过去。小妈是吧？那今天我就送你们去给我爹陪葬。哟，就这破玩意儿，高大少至于跟你妈抢？吉米的声音让高子晨的脑袋宕机了几秒，然后猛地甩头打算攻击，可他的激光还没发出去，吉米的白光就到了，正中胸口，与和萌萌的伤口位置几乎一模一样。我问你，你怎么这么多嘛？吉米笑呵呵的道，同时将空间之门开在身前，强化后的空间之门可以完全护住自己的身体。吉米。激光同时迸射而出，吉米任凭高子晨射击，空间之门将攻击尽数收下。一阵猛烈攻击后，高子晨便觉得头晕脑胀，差点倒下。别呀，就射这么点儿，高大少你不行啊！高子晨勃然大怒，打不动也得打。他的眼睛再次闪动，拼了命的往吉米的空间里射去，又射出了10几道激光。高子晨脸色惨白，嘴唇黑紫，最后直接一口老血喷出，仰头栽倒，再也没有半点动静。吉米看他确实是尽力了，摇摇头。好吧，不勉强你了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和你爹见面。说完之后，吉米利用空间子弹对着地上不知死活的高子晨一顿输出，杀了高子晨。吉米走到标本旁边，小说上可写了，摸一下异能者的尸体可以吸收对方的异能量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摸了摸高子晨的脑袋，果然一股奇异的感觉升起，与之前升级异能的感觉一模一样。紧接着，吉米就感觉到了异能的变化，空间之门的边距变成了0.8米到3米，空间感知的距离也随之改变。你们都是他吗？小妈不是亲妈，没有血缘关系，也不能算是一家人。刚才高子晨骂我，你们可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别人骂我，别人怎么骂我，我就得怎么报复他。所以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所以你就要知道了。狱长，我们去给你看门。半小时后，吉米心满意足地走出房门，他体验到了什么叫柔软。要不是时间有限，他2个小时也不可能出来。常年练瑜伽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陆双双见吉米出来了，红着脸上前。狱长，咱们下一步去哪？他在门口听了半个小时，听得心跳加速，两腿发软。机场，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空姐和国际友人。一行人上车，罗青云吉女红着脸坐在后排，囚车朝着天海机场缓缓驶去。这次开车的换成了田清月，边走他边介绍着机场的基本情况。天海机场是4爱福吉国际机场，一共3座航站楼。末世爆发时是清晨，按照时间点来算的话，当时人数最多的应该是 T3。好，就去 T3航站楼吧。狱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吉米睁开眼，隔着车窗朝四周看去，发现地上有大片的尸体，横躺竖卧，姿势各异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脖子以上空荡荡的，只有身体和四肢保持着死前的状态。停车，我看看。这些人死得很奇怪，
他总有点不安的感觉。囚车停下，吉米并没下车，而是朝着最近的一具无头尸体看去。通过尸体的状态和指甲的颜色，他可以判断出这人死前已经变成了丧尸，而且伤口并不整齐，这说明脑袋是被咬掉的。也就是说，附近有个专门吃丧尸脑袋的家伙。吉米抬头看看四周，红雾漫漫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会是某种动物，还是什么特殊的异能者？是支持丧尸和人都吃，现在还不得而知。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子弹上膛，预警做到2次，看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马上告诉我。陆双双立马精神起来，挨个扒拉着自己手下。醒醒，都醒醒，精神点。前面就是 T3航站楼了吧？是最多半公里就能到。再往前开，吉米发现丧尸越来越少，而尸体却越来越多。由此看来，那个专吃脑袋的家伙就在机场附近，或者说就在机场里。很快 T3航站楼的玻璃大门出现在眼前，外面有未知的危险，囚车不能就这么停在门口，直接撞进去。撞进去？田心月一愣，人家没开过这么猛的车啊。不过他很快调整了一下坐姿，然后一脚油门。刚一进去，吉米就看到侧面冲出来几个人，拿着棍子一类的东西。Oh my God, what are you doing? 为首的男人一脸愤怒，气得把棍子都摔了，而他身后的人则纷纷捂着脑袋，一副生不如死的模样。他们统一都是高鼻梁、蓝眼睛、白皮肤，一看就不是龙国人。大洋马这不就来了吗？吉米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，发现了几个符合要求的人。紧接着，对方一大帮人围到车前，叽里呱啦的比划着什么，吉米是一句也听不懂。还有人砰砰的拍着车门。你们谁会灯塔语？我会，我也会。陆双双先带几个人下去，让这帮洋鬼子给我离远点。Yes sir。陆双双端着枪，带着4个人下去了。这身作战服确实管用。刚一下车，原本躁动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。随后，吉米便带着苏映雪和田心月下了车。外面大概围了30人。为首的就是之前喊话那个男人，正激动地比划着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陆双双是不懂外语，只能求助地看着2个翻译。这家伙说什么呢？不会是在骂我吧？这人问咱们是不是龙国救援部队的，怎么现在才来？让咱们赶紧把他带到官方的庇护所。